月光笼罩着寂静的庄园，荆棘丛生的阴影深处，一座沉重的铁门紧锁闭，警卫守在门前，四周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。露西跌坐在冰冷的栅栏边，一名银发男人正隔着铁笼紧紧抓着她的手，他低垂着头，发出一声模糊的呢喃。露西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：“请问你刚才说了什么？”银发男人缓缓抬起头，呼吸显得有些急促。他看着露西说道：“女仆小姐，你最好不要再靠近我了。”露西看着他，神情显得有些不安。他轻声回应道：“那个。”露西低下头，视线落在两人交叠的手上。既然这么说，为什么你的手却抓得这么紧呢？银发男人没有松手，他紧盯着露西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银发男人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他跪倒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露西急忙蹲下身子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男人缓缓抬起头，他的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，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。他凝视着露西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女仆小姐，请摸摸我。”露西愣在原地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男人突然伸出手，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，那股力量大得惊人。露西惊叫一声，整个人被猛地拽了过去，她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撞进男人的怀里。男人紧紧环抱住露西，将头埋在她的颈窝，铁链随着他的动作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露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，她挣扎着想要推开对方，急促地说道：“请等一下，你不能就这样突然抱住别人。”男人却仿佛没有听见，只是更加用力地收紧了双臂，将她彻底禁锢在怀中。银发男人抓起露西的手，贴在自己的脸颊上，他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，轻声说道：“很好。”露西僵在原地，看着男人那双迷离的眼睛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就在不久前，当露西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还身处在另一片景象中。然而，当他看清眼前的处境时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阳光明媚，繁花盛开的庄园在远处若隐若现，翠绿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曳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静而美好。露西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她手里握着长柄扫帚，呆呆地站在盛开的花丛边。这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走到窗边，映在玻璃上的倒影让他大吃一惊。粉红色的长发，还有这身黑白相间的女仆装，这副面孔漂亮的简直不可思议。露西！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，露西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过身，一名扎着双马尾的女仆正急匆匆地跑向她。这又是谁？女仆一把抓住露西的手臂，说道：“快点，你迟到了，赶紧去地下室。”露西一脸茫然地问道：“啊？”女仆一边推着她一边催促道：“这次轮到你负责给那个怪物喂食了，你忘了吗？”怪物！露西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黏糊糊的紫色身影，她有些胆怯地确认道：“是那种怪物吗？”女仆理所当然地回应道：“是啊，快去吧。”露西端着托盘走在走廊上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怪物喂食任务，她总觉得这些词汇在哪里听过。难道那个怪物是某种动物吗？比如像小狗那样？女仆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：“怪物就是怪物，好了，快去地下室吧。”女仆的职责就是默默完成被交代的任务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迈步向阴暗的地下室走去。露西低头看着托盘里的金属碗，里面盛着简单的食物，这看起来就像个狗碗。难道那个怪物真的是某种犬类吗？她端着托盘走下昏暗的阶梯，裙摆在石砖上轻轻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露西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那个怪物长得不要太吓人。走廊尽头出现了一扇巨大的铁门，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守在门边。露西停下脚步，看着那道被粗重铁链和巨锁封死的门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只要把东西放下，然后赶紧弄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就行了。警卫沉默地掏出钥匙，插进锁孔，随着金属转动的咔嗒声，沉重的铁链被缓缓解开。露西紧张地咽了下口水，紧紧攥着手中的托盘。警卫推开门，侧身示意他进去，并叮嘱道：“把东西放下就立刻出来。”露西点点头，迈步走进那片阴冷的黑暗。这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她加快了脚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放下碗就跑。这里实在太诡异了。露西放下托盘，转身想要离开这个阴冷的地方，趁那个怪物出现之前，得赶紧走。黑暗中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猛然睁开，死死盯着露西的背影。露西还没走出几步，一只苍白的手突然从阴影中探出，猛地抓住了她的脚踝。露西惊叫一声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她惊恐地回过头，心脏剧烈跳动着。出现在眼前的并不是什么狰狞的野兽，而是一个男人。银发男人急促地喘息着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。他半跪在地上，眼神中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渴求。露西愣住了，声音颤抖着问道：“什么？”他看着眼前这个虚弱却又充满压迫感的男人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这不是怪物，而是一个人。银发男人急促地喘息着，他虚弱地抬起头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：“求你！”露西愣在原地，看着眼前这个面容俊美却异常憔悴的男人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这个人就是他们说的怪物吗？男人跪在地上，身体因为痛苦而蜷缩着。他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请，能不能把药给我？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药了，求你！”露西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连忙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男人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。露西蹲在他身边，心中暗自思忖：他看起来明明就是个普通人，为什么会被当成怪物关在这里？而且他看起来病得很重。露西急切地问道：“药在哪里？”
男人微微侧过头，虚弱的指了指露西的方向，应该就在你的口袋里。露西猛地想起什么，伸手摸向围裙口袋，果然摸到了一个硬物。他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玻璃瓶，里面盛着透明的液体，是这个吗？男人死死盯着那个药瓶，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。是的，快给我！就在露西准备把药递过去的时候，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喊：“露西！”惩罚女仆猛地冲进牢房，一把拽住露西的手臂，将她拉开。她神色慌张地喊道：“我就觉得不对劲才跟过来的，你是不是被这个怪物蛊惑了？”露西被拽得踉跄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惩罚女仆继续责备道：“你忘了规矩吗？没有主人的允许，绝对不能私自给他药物。”露西愣愣地重复道：“主人。”惩罚女仆不由分说地拉着露西往外走：“快离开这里！再待下去，你会彻底被这个怪物缠上的。”露西被强行拖向门口，她忍不住回过头，看向阴影中的那个身影。银发男人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剧烈的咳嗽着，身体因为痛苦而蜷缩成一团。那破碎的喘息声在空旷的牢房里回荡。露西咬了咬牙，心中暗自决定，管他呢。他趁着惩罚女仆不注意，悄悄松开手指，藏在袖口里的药瓶滑落而出。药瓶在木质地板上轻巧地滚动着，发出细微的磕碰声，最后停在了银发男人的脚边。男人止住了咳嗽，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滚落到面前的药瓶，又看向露西离去的方向。他伸出苍白的手，指尖触碰到了冰凉的玻璃瓶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光芒。露西被惩罚女仆强行拽离，她回过头看着那个跪在阴影中的男人，在心中默默叮嘱道：“偷偷喝掉它。”沉重的铁门在身后缓缓合上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锁链重新缠绕，将那片黑暗彻底封死。银发男人独自跪在冰冷的石砖上，月光透过高处的窗棂洒下，照在他颤抖的脊背上。他低声呢喃着一个名字：露西。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个简单的举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。银发男人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原本的虚弱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清醒。他凝视着露西离去的方向，仿佛要穿透那扇铁门。露西停下脚步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寒意笼罩了全身。他下意识的回望，却只能看到紧闭的牢门。银发男人在黑暗中低语：“现在你……”他伸出手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都不能去。”男人紧紧拥抱着怀中的露西，将她彻底困在自己的气息之中。露西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她竟然穿越进了一本 BL 小说里，成为了这个故事中的一员。同伴转过头看向露西，问道：“露西，你真的中了那个怪物的咒语吗？”露西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沉默地向前走着。同伴继续追问道：“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奇怪，自从见过他之后，你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”露西停下脚步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回应道：“哈哈，我只是在想事情而已。”那个被称为怪物的男人，拥有着令人屏息的容貌。露西回想起李哈特的样子，以及那些对他痴迷不已的仆人们，这一切与我所知的一本小说完全吻合。那是一本曾风靡一时的 BL 小说，书名叫做《雾中养育》。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，存在着被称为超越者的生物，他们是受神祝福的人类，拥有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，是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存在。然而，获得这份力量必须付出代价，那是残酷且永无止境的痛苦。李哈特痛苦地蜷缩着身体，普通人的躯壳无法承受那非凡的血液，这让他时刻处于煎熬之中，仿佛滚烫的岩浆正流淌在血管里。在这本小说中，李哈特也是一名超越者。当他的力量减弱时，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阿金特绑架了李哈特，用沉重的镣铐将他束缚，并扣押了那些能够缓解他痛苦的魔力抑制剂。但最终，李哈特成功逃脱并投身于战争。故事应该是这样发展的。同伴推开房门，对露西说道：“快休息吧，露西，睡个好觉你会感觉好些的。”露西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等等，你刚才提到的主人是怎么回事？”同伴一脸困惑地回应道：“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在说埃万特斯侯爵大人啊。”露西愣在原地。埃万特斯，那个名字同样是《雾中养育》里的人物。埃万特斯，露西心中充满了不安。难道这里真的是小说里的世界吗？同伴看着露西说道：“这样可不行，露西，你今天就待在这里，别乱跑，我会守在门口的。”露西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：“啊，好吧。”同伴关上房门，在门外喊道：“晚安。”沉重的房门在露西面前合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露西独自站在昏暗的房间里，手不自觉地抚上胸口。明明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但是夜色渐深，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床铺上。露西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无法入眠。管他呢，我才不在乎。她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清晨的阳光穿过繁茂的枝叶，照亮了宏伟的庄园建筑，鸟鸣声在空气中起伏。露西猛地睁开眼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她急促地喘息着，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天花板。梦境并没有结束，现实依然冰冷地摆在面前。梦个头，这根本不是梦。露西站在幽暗的走廊尽头，前方是那道冰冷的铁栅栏门，一名守卫正持枪伫立在门旁。如果这里真的是那本小说，那我的处境就太糟糕了。露西迈开步子，皮靴踩在石板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在原著的设定中，任何能连续伺候那个怪物10天的女仆，都会被提拔为他的私人侍从。然而，这些被选中的私人侍从，结局都异常凄惨。每当李哈特尝试逃跑时，他们都会被处决以示惩戒。即便如此，李哈特也从未停止过逃亡的尝试。照这样下去，我的未来恐怕也会是死路一条。露西走到铁门前，停下脚步，看着门后的阴影，心中暗自盘算：好吧，
没关系。沉重的铁门缓缓开启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露西的身影投射在门内的地面上，只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确保自己不被选为他的私人侍从就行了。露西端稳手中的托盘，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那片禁锢着怪物的领域。里哈特缓缓睁开双眼，深蓝色的瞳孔中倒映出露西的身影。他轻声的喃道：“啊，女仆小姐，你今天又来了。”里哈特靠在阴影中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目光始终停留在露西身上。露西端着托盘僵在原地，一时间竟忘了动作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。里哈特微微歪过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露西猛地回过神来，低下头掩饰自己的慌乱，回应道：“不，没什么。”他在心中暗自感叹：“我又一次意识到了这件事。”里哈特垂下眼帘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从昨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报答你的善意。”露西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，他真的帅得令人窒息。露西将装满米饭的狗盆递到里哈特面前，说道：“没必要那样，我给你带了饭，吃吧。”里哈特盯着那个简陋的容器，沉默了许久，深蓝色的眼眸中映不出任何情绪。他最终抬起头，对着露西露出一抹温和的微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给我送饭，女仆小姐。”露西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泛起一阵寒意。他竟然在为装在狗盆里的食物道谢。在原著小说中，里哈特绝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憎恨这座府邸里的每一个人，即便那些受他蛊惑的仆人被处决，他也从未感到过一丝愧疚。他现在对我表现得如此友善，一定是因为有利可图。具体来说，是为了我昨天给他的那瓶魔力抑制剂。主人阿金特只给了女仆们极少量的药剂，仅仅是为了防止里哈特在发作时产生严重的抽搐。露西低头看向手中那只小小的药瓶，透明的液体在微光下晃动，这是唯一能暂时缓解里哈特痛苦的东西，也是他目前最渴望得到的筹码。露西看着手中的药瓶，这种微小的剂量只能勉强止住抽搐，根本无法缓解他身体里那种撕裂般的剧痛。里哈特放下空碗说道：“女仆小姐，我已经吃完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你也该去吃点东西了。”露西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他弯腰拿起那个空荡荡的金属盆，心中却感到一丝意外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他看起来甚至并不怎么喜欢我。露西端着托盘转身离去，裙摆在昏暗的走廊里轻轻晃动。只要再坚持9天左右，里哈特脚踝上的铁链随着他的动作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在寂静的牢房里显得格外刺耳。露西正要走出房门，突然感到一股力量从身后袭来，整个人被猛地拽了回去。里哈特从背后贴近露西，双手环绕在她的身侧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女仆小姐。”露西惊恐地睁大眼睛，身体僵直在原地，手中的托盘险些滑落。她猛地转过头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惊叫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里哈特微微勾起嘴角，低声问道：“女仆小姐，我可以问问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吗？”里哈特注视着露西，目光深邃。露西避开他的视线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，手中的托盘在微微颤抖中发出了轻响。里哈特的脚踝上缠绕着沉重的锁链，随着他的动作发出细微的声响。露西感受着对方逼近的气息，心中一阵慌乱。“我被抓住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抓住了露西的手腕，将她拉向自己。露西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身体僵硬，只能任由他靠近。他紧紧攥着手中的金色托盘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。如果现在太明显的推开他，他一定会起疑的，该怎么办才好？露西手中的托盘脱手坠落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。她身体意外，虚弱的向后倒去，嘴里轻声呢喃着：“啊，我好晕。”里哈特眼疾手快，一把拦住露西的腰身，将她稳稳接在怀中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少女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露西紧闭双眼，虚弱地回应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有贫血症，但是刚才没能吃药。”里哈特伸出手，轻轻抚摸露西的额头，动作中透着一丝迟疑。露西感受着对方掌心的温度，心中却充满了不安。这气氛太尴尬了。里哈特察觉到了吗？难道我已经要死了吗？他低声重复着露西的话：“你没能吃药吗？”露西偷偷睁开眼观察他的反应，发现他竟然真的相信了，这让他在紧张之余莫名感到一丝松了一口气。他站稳身体，从里哈特怀中退开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接住我。”里哈特愣在原地，看着露西转身离去的身影，发出一声短促的叹息：“啊！”露西快步走向门口，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下次再告诉你香水的事。”他端着托盘走出牢房，身后的铁门沉重的合上，锁链在地面上拖行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露西走在昏暗的走廊里，脚步越来越快。她低头看向手腕上残留的触感，心中疑虑重重。那种高级魔法禁制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出故障的。露西紧紧抱着怀里的托盘，在昏暗的走廊中疾步穿行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刚才那一幕，很有可能是里哈特亲手破坏了禁制。如果让他逃走，我就死定了。他必须在意外发生前通知执事长。露西顾不得仪态，提着裙摆在华丽的走廊里奔跑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转过拐角，远处出现了一个挺拔的身影，是执事长。露西一边跑向走廊尽头，一边大声呼喊：“执事长，执事长，出大事了！”听到喊声，前方的男子缓缓停下脚步，侧过头看向跑来的方向。露西猛地刹住脚步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执事长！眼前的男人转过身，神情冷淡而优雅。他静静地注视着气喘吁吁的露西，开口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露西呆呆地望着他，一时间竟忘了言语。执事长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吗？阿金特双手交叠在胸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眼前的女仆，等待着她的回答。阿金特冷淡地
看着眼前的女仆说道：“如果你没什么要说的，就离开吧。”露西猛地回过神，有些局促地抓紧了托盘。那个，我是负责照顾里哈特，不是负责照顾那个怪物的侍从。我发现锁链断了，在这座宅邸里。阿金特微微垂下眼帘，语气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锁链断了吗？”露西有些心虚地挠了挠脸颊，补充道：“准确地说，看起来像是被人故意弄断的。”阿金特转过身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总之，我会去确认的。等等。”露西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。刚才因为太慌张，没仔细看，现在才发现他的样子和传闻中野兽的描述一模一样。露西盯着阿金特腰间悬挂的黑色锁链，瞳孔骤然收缩。难道说他就是阿金特？阿金特注视着眼前的女仆，这个女仆似乎有点用处。露西拼命摆手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很笨拙，而且一点用都没有。”阿金特觉得这个反应很有趣，真是个奇怪的人。他轻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露西沉默了片刻，低头轻声回应道：“周围的人似乎都叫我露西。”阿金特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：“你报上名字的方式还真是特别，我会记住这个名字的。”露西看着阿金特离去的背影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无论怎么看，他都像是阿金特本人。求求你千万别记住我，也别对我产生任何兴趣。夜幕降临，整座宅邸笼罩在月色之下。露西站在窗前，心中默默计算着时间，距离送餐任务结束还有9天。清晨的阳光洒向庄园，露西端着托盘走上台阶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在剩下的时间里，必须尽可能的待在里哈特身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只有近距离监视他，才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。露西端着托盘走进牢房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把饭送来了，请坐起来。”他的话音戛然而止，瞳孔猛地收缩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了呼吸。里哈特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嘴角挂着鲜红的血迹，神情显得虚弱而忧郁。他抬起头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啊，你来了，女仆小姐。”露西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毫无疑问，这是阿金特做的。阿金特站在阴影中，手中紧紧攥着那条黑色的锁链，神情冷淡而优雅，仿佛刚才的暴行与他无关。里哈特靠在墙边，自嘲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受了一点轻伤。”露西看着他嘴角的血迹，眉头紧锁，回应道：“那可不是轻伤。”里哈特注视着他问道：“你是在担心我吗？”露西避开了他的目光，比起担心，更多的是愧疚。他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举报了里哈特，才导致了这一切。但是下次我依然不能装作没看见，因为如果不这么做，死的人就会是我。”里哈特嘴角带着血迹，露出一抹令人不安的微笑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在食物中偷偷掺入了某种果实。露西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，他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，猛地转过身：“请等一下。”他喊道，随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牢房。里哈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看着露西离去的背影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女仆小姐。”露西在华丽的走廊里飞奔，裙摆随着动作剧烈晃动，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至少要弄点冰块来帮她冷敷。就在她奔跑时，与另一名黑发女仆擦肩而过，对方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哼，停下脚步回头望去。那名黑发女仆看着露西的背影，眉头微蹙，那个孩子看起来很眼熟，她站在原地努力回想，那张脸确实在哪里见过。露西猛地停住脚步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啊！”她终于想起来了，在原本的故事里，那个孩子，那个黑发女仆，她曾在里哈特的食物中偷偷加入了一种名为弗拉雷特的果实。弗拉雷特这种果实会令超越者陷入极度亢奋的状态。对于普通的超越者而言，这种亢奋通常表现为食欲或者是难以抑制的渴望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对于里哈特来说，这种亢奋只会转化为一种纯粹而恐怖的冲动，那就是杀戮欲望。里哈特浑身沾满鲜血，正掐住一名受害者的脖子，脸上带着令人胆寒的扭曲笑容。他沉溺在剥夺生命的快感中，无法自拔。露西站在走廊里，身体因为恐惧而剧烈颤抖，她双手交叠在胸前，脸色苍白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，我必须阻止他。露西深知自己的处境，如果里哈特的杀意最终失控，在他手中，自己不过是一个任由摆布的玩具。坐以待毙意味着2种结局，要么死在里哈特的剑下，要么即便侥幸活到晚餐时间，也会因为没能控制住里哈特而被阿金特处决。那么只能采取行动了。厨房的门被推开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主厨正拎着沉重的汤锅。他转过头，看着出现在门口的身影，问道：“还没到晚餐时间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露西微笑着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主厨。”露西站在厨房门口说道：“这段时间我会负责厨房的工作。”主厨停下手中的活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平时在这里工作的那个女仆怎么了？”露西露出无辜的神情，解释道：“昨天她撞到我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扭伤了脚踝。”她回想起昨天的场景，当时她故意伸出脚绊倒了那名女仆，没想到对方会摔得那么重。但事已至此，露西继续说道：“既然是因为我的错才让她受伤，我就主动提出替她值班了。”她在心里盘算着，反正我本来就要负责给那个怪物喂食，这样安排简直完美。主厨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指着一旁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都来了，就先去处理那边堆着的餐具吧。”露西爽快地回应道：“没问题。”她走向洗碗池，看着忙碌的厨房，心中暗自得意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露西的策略其实很简单，她要死守在厨房里，确保没有任何人能把那些浆果混进食物中。只要能阻止里哈特吃下那些东西，他活下来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。
露西看着碗里洁白的米饭，心中暗自盘算，只要李哈特能保持清醒，我就不会触怒侯爵。他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，在心里对李哈特说道：“你应该感谢我，李哈特，我这是在救你的命。”露西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熟练地处理着各种食材，她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再坚持一会就快成功了。主厨走到露西身边，将2块点缀着巧克力碎的饼干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拿着。”露西看着眼前的饼干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些饼干是做什么用的？”主厨一边整理围裙，一边回应道：“等你干完活就把它吃了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笨的女仆，所以这是给你的特别奖励。至于你喜不喜欢，那就随你了。”露西有些拿不准对方的意图，他这是在当面羞辱我吗？不过看起来又不太像。露西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，我会好好享用的。”她端起托盘走出厨房，脚步轻快地穿过悠长的走廊。虽然花的时间比预想中要长，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夜色笼罩了整座宅邸，露西的神情逐渐变得凝重。她很清楚，那些人一定也潜伏在这座宅邸里。恶魔崇拜者除了阻止李哈克失控，他还有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，那就是揪出隐藏在宅邸中的恶魔崇拜者。那个身影或许就藏在某个阴影之中，穿着普通的女仆装，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恶魔崇拜者是一个扎根于帝国阴暗面已久的犯罪组织，他们犯下了绑架和活人、祭祀等种种罪行，将无辜者献祭给他们所信仰的神灵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极度仇视超凡者，因为超凡者被认为是受他们所鄙视的神灵眷顾的人。漫长的时间里，无数无辜的超凡者都沦为了这些崇拜者猎杀的对象。李哈特也曾落入他们的陷阱，最终被侯爵囚禁于此。露西端着餐盘走在昏暗的走廊里，她很清楚自己无法帮助李哈特逃离这里，但在值班期间，她必须确保李哈特不再遭受额外的痛苦。露西停在守卫面前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来送餐了，进来吧。”守卫推开沉重的铁门说道：“你今天也辛苦了。”露西端着餐盘走进昏暗的囚室，皮鞋踩在石板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李哈特正坐在角落里，脚踝上的铁链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。李哈特抬起头，看向露西说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女仆。”露西停下脚步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李哈特继续说道：“我以为你会回来的更早一些，但你迟到了。”露西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。”李哈特问道：“是吗？”露西没有理会李哈特的质疑，她走到李哈特面前，缓缓蹲下身子，将沉重的餐盘轻轻放在地上：“请用餐吧，李哈特。”他揭开餐盘上的盖子，浓郁的汤药香味在冰冷的空气中弥漫开来，盘中盛着精心准备的浓汤和面包，那是他亲手守着的食物。李哈特看着餐盘，低声的喃道：“这是？”露西微笑着问道：“啊，你也喜欢甜点吗？这是我刚好收到的甜点，虽然不能全部给你，但我可以分你一半。”他从怀里拿出那块点缀着巧克力的饼干，轻轻掰开，将其中一半递向李哈特。李哈特盯着露西，眼神中透着审视。为什么态度突然转变了？露西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的饼干，没有回答。李哈特看着那块饼干，心中疑虑重重。他在食物里做了什么手脚呢？还是说他接到了阿金特的某种命令？他转过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的主人不会允许这种事的。”露西看着他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只要你把它吃掉，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了。”李哈特看着餐盘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指的不仅仅是这块饼干。”露西凑近了一些，压低声音解释道：“我在厨房干活时，顺手拿了盘子和冰块，他们不会发现的。等冰块融化后，我会把盘子放回原处，这样就不会被抓住了。”李哈特沉默地注视着他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露西催促道：“趁热吃吧。”李哈特终于拿起了汤勺，在露西的注视下，他缓缓喝了一口热汤，随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他看着碗里剩下的汤水说道：“不知为何，味道和往常不太一样。”露西正咬着自己那半块饼干，听到这话，她微微一愣，随即故作轻松地回应道：“是吗？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同吧。就算是平时一直吃的食物，偶尔也会感觉味道有些差别。”李哈特注视着露西，心中暗自揣测她是否在演戏。以往的食物中总是掺杂着令人神志不清的药物，但今天的汤里却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药味。他再次舀起一勺汤送入口中，心中满是疑惑：为什么他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两人在昏暗的囚室中相对而坐，李哈特默默用餐，露西则安静地陪在一旁。李哈特放下汤勺，餐具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开口说道：“女仆，你今天表现得格外温柔。”露西抬起头，神情认真地回应道：“我对病人一向都很温柔。等你吃完了，我就把托盘收走。”李哈特听后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，轻声问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只对病人温柔吗？”露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反问弄得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愣愣地看着他。露西猛地转过头，有些局促地反驳道：“就算对方没生病，我也一直很善良。”李哈特看着他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善良的女仆。”他靠在墙边，目光始终追随着露西的身影，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真是奇怪，只要他在身边，原本混沌的大脑就会变得清醒。每当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气息，体内那些狂暴的超凡冲动就会被强行压制下去，仿佛找到了某种安宁。露西收拾好餐盘，准备离开囚室。她站在门口，背影显得有些单薄。李哈特凝视着她的背影，一种强烈的独占欲在心底悄然滋长。在那些冲动被平息的同时，他却产生了一种更危险的渴望，想要将她彻底据为己有。他看着露西走出大门，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大概是这样吧。”
里哈特独自留在黑暗中，眼神中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深沉。如果我想赢得他的心，就必须先让他对我产生怜悯。他很清楚，那个女仆虽然看似顺从，内心却有着自己的算计，而这种怜悯将是他掌控她的第一步。露西想起了一件事，他看向里哈特说道：“对了，你之前问过我用什么香水？”里哈特静静地听着。露西继续说道：“我确认过了，结果发现我并不用香水。”里哈特看着他问道：“这真的是严重的记忆问题吗？严重到你需要特意去确认自己是否用了香水？”露西有些尴尬地避开视线，说道：“我的记性不太好，有时候吃完饭，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吃过。”里哈特露出怜悯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天哪，你一定很虚弱，你之前看起来也确实快要晕倒了。”他话锋一转，语气中透出一丝探究。不过这真的很奇妙。里哈特注视着露西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，但你身上有一股很浓郁的香味，那不像是人工合成的味道，更像是某种天生的体香。如果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我很抱歉。”露西皱起眉头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我确实很不舒服。既然让我不舒服，那你就憋气吧。”里哈特愣了一下，随后轻笑一声说道：“如果这是你的愿望。”他真的闭上嘴，不再呼吸。露西看着铁窗后那个沉默的身影，心中有些犯嘀咕，他该不会真的打算一直憋气吧？夜色渐深，宅邸的另一处传来了剧烈的声响，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。白发女仆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盯着眼前的女仆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狂躁。整整一天，你竟然一次机会都没找到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女仆低着头解释道：“这次负责送餐的女仆一直盯着我，我根本找不到机会。”白发女仆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负责送餐的女仆，你是指露西吗？”他想起露西虽然外貌出众，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难道是因为露西在值班，所以两人的路线重合了？白发女仆冷静下来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工作时确实会发生这种意外，明天绝对不能再错过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东西放进去。”女仆显得有些迟疑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那个……”白发女仆不耐烦地问道：“这次又怎么了？”女仆低声汇报道：“露西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她每次都会先去厨房。”白发女仆愣住了，她无法理解露西的反常举动，追问道：“到底是为什么？”女仆继续汇报道：“她说主厨的厨艺实在太精湛了，所以想留在主厨身边，近距离观摩。”白发女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什么？清晨的阳光洒在走廊上，露西拎着水桶走在清扫的队伍中，她心情愉悦，甚至忍不住哼起了小调。露西心想：谢天谢地，看来对主厨的那番吹捧起作用了。这样一来，我总算能稍微放松一段时间了。艾米丽察觉到了她的异样，转过头问道：“露西，今天是有什么好事吗？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笑。”露西轻快地回应道：“也没什么特别的事。”艾米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神色变得严肃了一些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听说那个消息了吗？”露西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艾米丽凑近了一些，低声说道：“赫塔斯伯爵家正在寻找他们失踪的女儿。”露西拎着水桶，赫塔斯伯爵家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耳熟。她猛地停下脚步，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那是尤尔塔的家族。在原著故事里，尤尔塔是那个邪恶的反派，也是对男主角有着病态执念的第二男配角。露西想起了书中的情节，尤尔塔作为一个反派男配，总是不断干扰阿金特的事情，而他之所以会对阿金特产生兴趣，是因为阿金特杀死了他失踪的妹妹。当尤尔塔苦苦寻找多年的妹妹，最终以尸体的形式回到他身边时，他怀着满腔的复仇之心接近了阿金特，就像典型的第二男配角那样，他最终竟然对阿金特产生了扭曲的情感，甚至偏执的认为，如果不能拥有阿金特，就要彻底毁掉他。尤尔塔曾对阿金特说过：“你毁掉了属于我的东西，所以你难道不该被投入深渊吗？”他在书中展现出了深不可测的疯狂与执念。露西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寒。露西不解地问道：“但为什么要提起伯爵家？”艾米丽解释道：“听说那位千金在大约2年前离家出走了，现在的悬赏金高的惊人，据说抵得上一整栋豪宅的价格。”露西倒吸一口凉气，天哪，一整栋豪宅！可是为什么要现在才开始寻找2年前离家出走的女儿呢？艾米丽耸了耸肩回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我们怎么可能理解贵族心里在想什么？也许是打算把她卖掉，进行政治联姻。但听说那位千金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，粉红色的头发和粉红色的眼睛。”露西听着这些描述，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。艾米丽突然停下脚步，这么说来，露西，你不也是粉红色的头发和粉红色的眼睛吗？露西沉默了片刻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其实就是赫塔斯伯爵家失踪的女儿。艾米丽面无表情地回应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露西尴尬地收起笑容，低声嘟囔道：“两人拎着水桶继续向前走去，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个荒诞的玩笑。白发女仆带着几名女仆走上前来，微笑着打招呼道：“你好啊，露西。”露西停下脚步，回应道：“你好，找我有事吗？”白发女仆语气轻快地说道：“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看你最近负责给那个怪物送餐，好像挺辛苦的。”她走近一步，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们在想，是不是可以由我们来接替你的工作？”露西盯着白发女仆，反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她在心里冷笑，这些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以前明明都因为讨厌这份差事而互相推诿，现在居然主动提出要帮忙。更何况这些女仆平时和我的关系可一点都不亲近。白发女仆身后的女仆们也纷纷附和，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。露西故作感动地回应道：“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能有你们这样体贴的同事为我着想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
白发女仆以为计划得逞，连忙说道：“没关系，那从现在起就由我们来接手。”没等他说完，露西便微笑着打断道：“不过没关系的。”他笑得格外灿烂，语气坚定地拒绝道：“大家平时都很忙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工作推给你们呢？”白发女仆有些尴尬地摆手说道：“推给我们？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只是想帮你。”露西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虽然人们把她传得像个怪物一样可怕，但我只是把食物送过去就马上离开，这活儿并不难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。”女仆们面面相觑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白发女仆迟疑地回应道：“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露西，那你自己多保重。”看着白发女仆一行人离开的背影，露西身边的艾米丽皱起眉头说道：“他们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变得这么热情，真可疑。”露西点头应和道：“我也觉得。”艾米丽突然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露西，你送餐要迟到了。”她一把夺过露西手中的水桶说道：“这里我来清理，你快去厨房吧。”露西感激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艾米丽。”她挥了挥手，转身快步朝厨房跑去。露西端起餐盘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多亏了艾米丽，我才没迟到。然而刚才那些女仆的反常举动始终让她感到不安，难道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们开始行动了？露西深吸一口气，告诫自己从现在起必须更加小心。她穿过幽暗的走廊，脚步声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，来到地牢门前，一名守卫正笔直地站在铁栅栏外。守卫看到露西走近，开口问道：“你来了？”露西礼貌地回应道：“你好，今天也辛苦你了。”守卫点了点头，侧身让开位置说道：“你也辛苦了，请进吧。”露西推开沉重的铁门，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，她轻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露西端着餐盘走进牢房，说道：“我把饭送来了，今天没有冰块，所以我空着手过来的，没关系吧？”他的话音刚落，整个人便僵在了原地。里哈特瘫坐在墙角，头无力地垂着，他的伤势比昨天还要严重，衬衫几乎被撕成了碎片，裸露的皮肤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血痕。露西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惊骇，难道阿金特又对他动手了？可他随即否定了这个想法，时间对不上，现在还不应该是阿金特发作的时候。露西凑近了一些，仔细观察着那些伤口，她发现里哈特身上的裂痕和衣服破损的形状非常诡异，那看起来并不像是被刀刃或钝器攻击所致。她紧紧攥住衣角，心中疑虑丛生，这些伤痕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啊！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。露西意识有些恍惚，她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难道是尤尔塔？阿金特热爱美丽的事物，他凝视着指尖那颗璀璨的宝石，眼神中透着近乎偏执的沉醉。然而，他同样极度厌恶自己的收藏品遭到损坏，哪怕是在惩罚里哈特的时候，他也从未在对方身上留下过严重的伤痕。时间流逝，当爱与恨在两人之间层层堆叠，阿金特总会再次出现在里哈特面前。既然如此，罪魁祸首就只能有一个。但他为什么甘愿忍受那场毒打？即便带着镣铐，他也应该有足够的实力轻松制服一名普通的卫兵。一只手死死攥紧了长鞭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鲜血顺着手臂缓缓滑落。里哈特凝视着眼前的露西，这种莫名的烦躁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。里哈特低声说道：“女仆，我好痛苦。”他伸手紧紧抓住了露西的衣角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。露西看着虚弱的里哈特问道：“午餐时我为你带些药来好吗？”里哈特抬头看向露西反问：“就这样吗？你不是说过会对病人很温柔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温柔吗？”女仆。露西看着里哈特的眼睛，那双平日里如湖水般平静的蓝色眼眸，此刻却像波涛汹涌的大海。如果一直盯着看，仿佛会被卷入那狂暴的巨浪之中。露西感到一阵眩晕，像是无法逃离陆地的束缚，正一点点沉入那深不见底的海底深处。果然如此，里哈特伸手托起露西的下巴：“女仆，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和所有人都不一样。”露西僵在原地，呼吸变得急促。里哈特继续说道：“当我闻到你的气息，我的大脑就会变得清醒，全身的痛苦仿佛被魔法洗净了一般消失不见。”他凑近露西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狂热，甚至不需要服用魔力抑制剂就能达到这种效果，这真的很神奇，不是吗？里哈特盯着露西问道：“你觉得这是为什么？”露西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泛起一阵涟漪。如果我是在监狱之外遇见里哈特，如果他没有被这些沉重的枷锁束缚，我或许会被他彻底俘获。里哈特将露西压在身下，他的好奇心正无止境的蔓延，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彻底剖析。露西紧张的攥紧了衣角，指尖微微颤抖。里哈特低声说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，只要不疼就好。”他松开了手，露西趁机起身后退，整理着凌乱的呼吸。里哈特看着自己的手掌，不过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了。露西心中充满了不安，她不知道里哈特究竟在想什么，但如果他继续在这里受到伤害，下一次他恐怕会彻底失控。露西猛地转过身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她不能就这样做事不管。第二天，阳光穿透树荫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艾米丽在大厅里叫住了露西：“露西，你真的打算一直待在这里吗？”露西理所当然地回应道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艾米丽沉默片刻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疑虑：“真的吗？”露西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女仆长甚至已经允许我在这里工作了。”艾米丽看着露西的背影，眉头紧锁地说道：“露西，你知道那不是重点，你最近的行为真的很奇怪。”露西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让我们把话说明白。我一直都很奇怪。艾米丽无言以对。快到女仆们的用餐时间了，赶紧收拾一下上来吧。露西轻快地回应道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露西带着笑意
走向他说道：“抱歉，我刚才真的很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”守卫看着步步逼近的露西，身体不由自主的后缩，抵在了冰冷的铁栏上。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支支吾吾的回应道：“我。”里哈特隔着铁栏看向露西，轻声唤道：“女仆。”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，语气轻柔的问道：“你难道不想再靠近我一点吗？”里哈特依旧注视着他，眼神中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。露西却在心里冷哼一声：“真是狡猾，以为我看不穿这种把戏吗？”他大概是想用那张漂亮的脸蛋来说服我，好让我放松警惕，然后利用我逃跑。露西抬起头，目光坚定地看向里哈特。别人可能会上当，但我绝对不会。既然已经插手了这件事，我就必须彻底监护好他。在给了他那样的警告之后，他大概不会再随便伤害别人了。露西收起思绪，对于不知道原委的人来说，或许会觉得他反应过度，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露西快步跑向走廊，抱歉，艾米丽，让你久等了吗？艾米丽正捂着肚子，一脸委屈地抱怨道：“露西，我快饿扁了。”露西挽起艾米丽的手臂说道：“我也饿坏了，我们快点吃完去打扫吧。”两人推开房门，走进了餐厅。餐厅的门被推开，原本嘈杂的房间瞬间陷入死寂。正在交谈的女仆们纷纷停下动作，神色异样地看向门口。露西察觉到了气氛的古怪，大家这是怎么了？艾米丽顾不上周围的目光，径直冲向取餐处，大声质问道：“玛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没有我们的份了吗？”玛丽面无表情地回应道：“就是你听到的那样，供应已经结束了。”艾米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难道是出了什么差错吗？玛丽语气中透着毫不掩饰的嘲讽，说起来，我听说厨房的人手换了，难怪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工作真是一团糟。艾米丽气得攥紧了拳头，你说什么？玛丽掩嘴轻笑，眼神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，整天和那个怪物待在一起。露西，你该不会是被诅咒了吧？艾米丽愤怒地反驳道。什么？诅咒？真是荒谬！玛丽冷笑着回应，哪里荒谬了？地下室里的那个东西根本就是个怪物。里哈特独自待在阴暗的地牢中，双手紧紧抓着冰冷的铁栏，眼神空洞地注视着虚无。玛丽继续嘲讽道：“我好害怕，万一我们也染上那个怪物的诅咒怎么办？你们能不能别再烦我们，赶紧离开这里？”露西平静地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离开？”他直视着对方，语气坚定：“作为这栋宅邸的员工，我有权在这里用餐，因为你这种毫无根据的逻辑就让我没饭吃，这根本不合理。”玛丽不依不饶地讥笑道：“你难道不是已经中了诅咒，爱上那个怪物了吗？”露西沉下脸说道：“我没有中什么诅咒，在那之前，你最好注意你的言辞。”他环视四周，声音在餐厅里回荡：“是谁把那个怪物带进这栋宅邸的？”玛丽愣住了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露西继续质问道：“你刚才的话是在侮辱侯爵大人，你能为此负责吗？”玛丽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竟然把侯爵大人扯进你那愚蠢的故事里，真是荒谬至极！”露西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愈发凌厉：“现在事实很清楚，你刚才的话不仅是在侮辱侯爵，更是在侮辱所有为那个房间提供服务的女仆。没有人会相信你那种幼稚的言论，别再继续丢人现眼了。”露西转过头对身边的同伴说道：“我们走。”艾米丽、玛丽愣在原地，看着露西离去的背影，脸上写满了惊讶与复杂的神情。在那之后，事情变得更加麻烦了。玛丽开始在暗地里变着法子刁难露西，她故意将果汁洒在露西的围裙上，看着那块污渍，露西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真是浪费，害得我差点因为换衣服而迟到。虽然艾米丽在那次午餐风波中大发雷霆，甚至愤怒地掀翻了桌子，让对方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挑衅，但那些小动作却从未停止。以玛丽为首的那些女仆们对露西的态度彻底冷淡了下来，她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眼神中充满了排挤与敌意。露西站在阴影中，心中渐渐明了，这意味着由我负责餐食对玛丽来说并不是好事。难道玛丽指使了厨房的女仆在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？所有的线索开始在脑海中串联起来。露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裙摆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距离我负责里哈特的餐食任务结束还有4天，这段时间简直全是麻烦。露西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心中感到一阵疲惫。无论是那些排挤她的女仆，还是地牢里的那个家伙，都让她头疼不已。地牢内，里哈特正捂着腹部，神情显得有些痛苦。露西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你哪里又疼了？”里哈特低声回应道：“我的胃感觉有点不舒服，请照顾我吧。”露西不为所动地回答道：“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也能挺过去。”里哈特语气中带着一丝委屈：“这里很寂寞，你不是说过会对病人很温柔吗？”露西冷淡地回应道：“快吃你的饭吧。”里哈特看着露西：“你对那个守卫很亲切，对我却这么冷淡。”露西没好气地反驳道：“那是因为守卫不是那种会杀掉我的人。”里哈特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你难道讨厌我吗？”露西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是的，我讨厌你。”里哈特微微一怔：“你这么诚实，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受伤。”露西没有理会他的感伤，反正受伤的人又不是我，没关系。里哈特沉默地看着他，眼神逐渐变得深沉而晦暗。他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的有些沙哑：“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，女仆有时候一直吃的食物也会感觉不太一样。”话音刚落，里哈特手中的餐盘猛地摔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，残余的汤汁溅了一地。露西惊呼出声：“里哈特！”里哈特整个人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。这些症状，难道他们又在食物里加了那种药吗？
李哈特咬紧牙关，我的身体感觉像是在燃烧。露西紧紧抱住瘫倒在怀中的李哈特，他滚烫的体温隔着衣物传来，让露西感到一阵心惊。我明明一直盯着看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药放进去的？露西脑海中浮现出玛丽那张阴沉的脸。那个女人总是躲在暗处，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但事情有些不对劲。露西看着怀中痛苦挣扎的李哈特，心中疑虑丛生。我听说过那种果实，即使吃下去也不会立刻发作，只有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产生反应。李哈特突然睁开眼，那双深蓝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露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愣在原地，紧接着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在昏暗的走廊中回荡，沉重的铁门被狠狠撞上，将一切光线隔绝在外。李哈特猛地将露西按在墙上，他急促地喘息着，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他低声的喃道：“女仆。”李哈特的眼神已经彻底涣散，深蓝色的瞳孔中失去了理智的光芒，只剩下原始而狂乱的侵略性。露西被他死死按住肩膀，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近乎失控的男人，他的眼神太可怕了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露西在心中呐喊：“这样下去，李哈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，他可能会杀了我的。”李哈特感到全身都在燃烧，血液在沸腾，心脏仿佛随时都会炸裂。为什么偏偏是我在承受这种痛苦？我想毁掉这一切，我想杀光所有人。如果杀了这个女人，痛苦就会消失吗？如果我尽情享受杀戮的过程，残忍地宰了她，如果我让自己沉浸在她的气息里，是不是终于能好受一点？李哈特猛地一颤，从混乱的思绪中惊醒，他急促地喘息着，眼神中透出惊恐与挣扎。李哈特盯着露西：“不，我不能杀了她。为了逃离这个地方，她还有利用价值。我需要这个女仆。”李哈特脱力地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露西惊魂未定地僵在原地。刚才那一瞬间，她以为自己死定了，那种强烈的恐惧感挥之不去。她颤抖着看向李哈特，刚才他盯着自己的眼神，分明是真的想要杀人，可他却突然清醒了过来。李哈特赤着脚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他紧紧捂着胸口，神情痛苦地挣扎着，仿佛在极力压制内心深处的某种冲动。露西惊恐地睁大双眼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她盯着李哈特脚踝上的金属镣铐，如果他没有带着这些魔力抑制器，刚才那一瞬间，我恐怕已经没命了。露西下意识地捂住喉咙，急促地喘息着，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。那是怎么混进去的？我明明一直盯着那个厨房女仆，确保她没有耍任何花招。露西的神情变得冷峻，眼神中透出前所未有的笃定。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她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玛丽。玛丽站在窗边，看着手中的信件，她现在应该已经吃下那些加了料的食物了。玛丽回想起在厨房时的场景，主厨正在忙碌地搅拌着锅里的汤，她其实没必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亲自动手，明明有更多稳妥的办法，比如调换食材，或者在那个怪物的餐点里加点调料。玛丽微微侧过头，神情阴沉：“我不该为了露西那种人这么大费周章，区区一个平民竟然敢跟我作对，真是可笑又可悲。”她盯着窗外，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彻底毁掉那个女孩。露西突然出现在玛丽身后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好啊，玛丽。”玛丽猛地转过身，惊魂未定地喊道：“你吓死我了！你想干什么？”露西带着温和的微笑回应道：“玛丽，其实我有件事想请教你。我听大家说，你总是能给出非常棒的建议。”玛丽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露西走近一步说道：“所以我想，你也许能帮帮我。”玛丽冷淡地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露西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玛丽的手说道：“因为我想和你成为朋友。”玛丽看着露西那副诚恳的样子，心中暗自冷笑。看看这个，刚才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最后还不是的爬回来求我，看来根本不需要我亲自动手弄脏自己的脸，他就已经屈服了。玛丽换上一副虚伪的笑容，回应道：“好吧，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”露西神情显得有些困扰。这个嘛，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些奇怪的梦。玛丽疑惑地重复道：“梦？”露西微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在我的梦里，我正在用餐，但食物的味道尝起来很奇怪，于是我偷偷溜进厨房查看，结果看到有人在往里面放一些可疑的东西。第二天也是，第三天也是，日复一日，那个人一直在食物里下药。”玛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额角渗出了冷汗。露西直视着玛丽的眼睛问道：“我是不是做了什么，才招致了这样的怨恨？”玛丽咬牙切齿地瞪着他：“你……”露西凑到玛丽耳边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是你干的吧，玛丽？”玛丽猛地推开露西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那又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该不会是想说你是在梦里看到的吧？谁会相信那种鬼话？”露西问道：“你刚才是在承认自己的罪行吗？”玛丽攥紧拳头，大声反驳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承认了？你简直是在胡言乱语。”露西平静地看着他说道：“但是玛丽，如果这只是胡言乱语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？”露西走近一步，语气变得冰冷，表现得就像你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。玛丽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没有证据就不要随便指责无辜的人。”周围的女仆们开始交头接耳，低声议论着这场争执。露西轻哼一声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。”露西猛地抓住玛丽的手腕，说道：“跟我走。”玛丽挣扎着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露西拉着玛丽来到一处房间门前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到了。”玛丽跪在地上，身体剧烈颤抖。管家面色严峻地俯视着她，沉声问道：“你真的和这个厨房女仆勾结，企图伤害我们的客人吗？立刻坦白，你到底往食物里加了什么？”
陋熙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却泛起了疑惑：那个人就是管家？如果他是管家，那我之前见到的那个人是谁？难道那是真正的阿金特？陋熙回想起那个男人的模样，确实，他的长相实在太出众了，根本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管家。陋熙收回思绪，冷冷地盯着跪在地上的玛丽：“你到底往里面放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？不过，先解决眼前的问题。”陋熙看向那个同样跪在地上发抖的厨房女仆，她已经无法再找任何借口了。厨房女仆满头大汗，结结巴巴地辩解道：“我只是听说那样做可以增加风味。”陋熙看向管家说道：“我昨天已经和艾米丽以及主厨谈过了，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女仆将食材换成了药物。”艾米丽抱着厚厚的书本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陋熙语气坚定：“那绝对不只是为了增加风味。”艾米丽走上前，将手中的棕色图鉴递给管家，说道：“管家先生，这是植物图鉴，那个厨房女仆使用的东西，身份就在这上面。”管家接过图鉴，仔细翻阅，画面停留在了一页绘有深紫色浆果的插图上。他抬起头看向艾米丽，问道：“这些全都是你一个人发现的吗？”艾米丽一脸灿烂的笑道：“不是我，全都是陋熙发现的。”陋熙大惊失色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“不，艾米丽，你应该说是你发现的才对。”艾米丽完全没察觉到陋熙的窘迫，还俏皮的眨了眨眼，一副邀功的模样。“我做的很好吧？”而且也是陋熙最先注意到那个厨房女仆举止可疑的。陋熙绝望的捂住脸，内心在疯狂呐喊：“完了，全完了！”管家合上图鉴，看着陋熙感叹道：“真是个聪明的女仆。”陋熙欲哭无泪地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低调下去了。如果再继续撒谎，恐怕被开除都会变成最轻的惩罚。他死死抓着自己的裙角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。那个厨房女仆终于崩溃了，她颤抖着说道：“我必须说出真相，是玛丽命令我这么做的。”管家手里紧握着那本图鉴，面色阴沉地俯视着瘫倒在地的女仆。女仆哭喊着继续交代：“他知道我有一个生病的弟弟，所以他给了我钱，命令我在餐点里下药。”玛丽惊恐地瞪大双眼，指着对方尖叫道：“他在说什么？这是陷害！管家大人！”那个厨房女仆在血口喷人。“不，我可以解释这一切。”管家冷冷地打断了他：“一个厨房女仆为什么要费尽心思陷害你？”玛丽拼命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告诉过你了。”陋熙站在玛丽身后，冷冷地注视着这个垂死挣扎的女人。管家转过身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我会把这件事如实禀报给侯爵大人。”陋熙看着玛丽绝望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管家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，把那个厨房女仆关进禁闭室。玛丽捂着脸瘫坐在地上，陷入了绝望。管家转头看向玛丽说道：“至于你，玛丽，回你的房间去闭门思过。”玛丽咬着指甲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阴沉。管家继续说道：“目前我们只有间接证据，但只要一旦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你必将受到严惩。”管家转过身，手里拿着那本图鉴，走向大厅深处。如果这件事能顺利解决，对将来接替我位置的人也是件好事。艾米丽兴奋地凑到陋熙身边，说道：“太棒了，陋熙！”陋熙看着被带走的玛丽，心中暗自盘算：如果能就此解决掉她，对下一任接替我的女仆来说也是件好事。管家突然停下脚步，回过头喊道：“还有，陋熙！”陋熙和艾米丽都愣住了，有些惊讶地看向管家。管家走到陋熙面前，神情严肃地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兴趣成为一名正式的贴身女仆？”陋熙彻底呆住了，发出了不可置信的声音：“哎！”在某个时刻，陋熙改变了。当他最初来到庄园时，整个人显得带刺且有些无精打采，但最近他的气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艾米丽注视着陋熙，心中默默想着自己并不讨厌这种改变。陋熙侧过身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必须拒绝成为专属侍从的提议。”艾米丽的神色变得凝重，她意识到陋熙改变的越多，事情似乎就变得越糟糕。玛丽咬着手指，眼中充满了怨毒，她死死盯着前方，心中满是愤怒，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。玛丽在心中怒吼：“我明明已经那么接近成功了，全是因为陋熙那个贱人！”守卫试图安抚他：“冷静点，万一被人听到怎么办？说真的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急着欺负他？”玛丽却不依不饶，继续质问道：“什么？你竟然不帮你的爱人，反而当着我的面站在那个贱人那边？你疯了吗？”他猛地推开守卫，守卫有些无奈地回应道：“好吧，我道歉。”他随后转过话题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如果你偷溜出来被抓到，可不只是禁闭那么简单。”玛丽神情坚定地说道：“我要去制造我是清白的证据。那个愚蠢的厨房女仆被关在监狱里，而我被关在房间里，对吧？所以如果食物里依然有毒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。”守卫看着他，神色变得有些复杂，低声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玛丽伸手抚摸守卫的脸颊，肯定地回答道：“没错，你能为我做到这种程度，对吧？”守卫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回应道：“当然。”里哈特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，轻声自语道：“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”小女仆庄园的走廊里，陋熙正快步走着，心中满是忧虑。即便玛丽发生了那种事，那些女仆依然在欺负我。等这次轮班送餐结束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庄园。就在他穿过大厅时，前方传来了呼喊声：“陋熙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一名穿着便服的浅发男子走上前来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嗨！”陋熙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：“你是谁？”浅发男子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自顾自地靠近。“听说你一直在给那个怪物送餐，那一定让你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吧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搭住陋熙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轻佻：“作为一个女仆，你本来要做的事情就够多了，难道不觉得累吗？”
露西侧身避开男人的触碰，冷淡的回应道：“并没有，我只是负责送餐而已。”他端稳手中的托盘，心中暗自警惕，这家伙又是谁？男人张开双臂，语气轻浮的继续纠缠，看他触碰的这么自然，难道他们是恋人，或者只是个难缠的怪胎？露西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如果情况变得糟糕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谈谈。露西反问道：“如果我找你谈，你会替我去送餐吗？”男人愣了一下，支支吾吾的回答道：“这个嘛，不。”露西不再理会他，径直向前走去。既然你不想帮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必须把饭菜送给里面的人。男人站在原地，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。里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那样称呼那个怪物？露西，关于你被诅咒的传闻是真的吗？露西眼神中透着不悦。男人看着她的反应，心中更加笃定。啊，我确信是真的。怪物就是怪物，除了这个还能叫什么？露西神情平静地看着他说道：“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，只要有名字，我都会称呼他的名字。但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名字，所以我才说里面的人，这有什么错吗？”男人支支吾吾的想要解释。不，露西，我的意思是……露西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但你说话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我做错了什么，这让人有点不愉快。那么我要走了，我必须去送餐。男人低声呢喃着他的名字。露西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家伙，竟然敢这么嚣张。露西端着托盘来到牢房前，里哈特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：“女仆。”露西停下动作，里哈特微微侧过头，深蓝色的瞳孔注视着他，问道：“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，女仆，我是人类吗？”露西猛地一惊，心中充满了慌乱。难道他听到了刚才所有的对话？露西感到一阵局促，难道刚才的声音太大了吗？明明是那个混蛋一直在出言不逊，现在听起来倒像是自己在背后说他坏话，被抓了个正着。他稳住心神，有些结巴的回答道：“从生物学角度来说，你是人类。”里哈特发出一声轻笑：“没错，生物学上我确实是人类。”露西避开他的视线：“是的，请用餐吧，人类先生。”他蹲下身，将托盘里的汤碗端出来，递向铁栅栏的缝隙：“请用。”里哈特伸出手接过那碗温热的汤，轻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女仆。”露西看着他接过食物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栅栏外。突然，汤碗在半空中倾斜，浓稠的汤汁瞬间洒了出来，溅落在冰冷的地板上。瓷碗摔碎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。露西愣在原地，看着洒了一地的食物，神情变得有些呆滞。露西看着打碎的汤碗，慌忙道歉：“啊，对不起。”他感到难以置信，这是他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。难道是因为刚才盯着里哈特看太久了，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失手吗？里哈特低声唤道：“女仆。”露西抬起头，有些局促地看向他。里哈特神情冷淡地说道：“我很失望。”露西愣住了，一股无名火猛地窜上心头。这家伙是在讽刺我吗？难道他终于决定撕掉那层虚伪的礼貌面具了？真是太无理了。他强压下怒火，生硬地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会再去拿一份新的。”里哈特却并没有就此罢休。但是女仆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迟钝。露西大声质问道：“你是因为我打碎了一个盘子，就在这里故意找茬吗？”里哈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哈哈！露西看着他笑个不停的样子，心中更加恼火。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为什么一直笑个不停？里哈特止住笑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：“我真的不喜欢看到你陷入麻烦。”女仆，露西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里哈特语气低沉地问道：“你进来的时候，难道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”露西思索着回答道：“奇怪的是，确实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。”里哈特轻声的喃道：“那真是个吸引注意力的好机会，不是吗？”露西猛地一惊，心中升起一股不安的预感。她急切地追问道：“请详细说明一下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庄园的另一处房间里，玛丽正焦躁不安地咬着手指。她盯着墙上的挂画，心中不断抱怨：已经过了早餐时间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传过来？她在大厅里来回踱步，裙摆随着动作不停晃动。我甚至冒着风险去送了水果。那个白痴难道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办不好吗？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猛地推开，一名女仆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，大喊道：“玛丽！”玛丽惊愕地转过头，那名女仆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，大声宣布道：“那个怪物晕倒了。”玛丽听到这个消息，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她双手交叠在胸前，仿佛听到了最美妙的乐章。消息很快在庄园里传开了，女仆们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压低声音议论着：“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怪物晕倒了。”庄园的角落里，女仆们正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：“听说食物里又被下毒了。”可是玛丽一直被关在房间里，根本没机会动手。那么真正的凶手难道是……露西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低着头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一个威严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：“解释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。”露西，玛丽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得意与嘲弄。她看着狼狈的露西，心中暗自发笑：“你之前不是一直表现得很高尚吗？这下遭报应了吧？”露西，艾米丽冲上前去，紧紧抱住颤抖的露西，试图给她一点安慰。玛丽在心中疯狂的呐喊：“我赢了！”露西用手遮住嘴部，微微侧过头，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玛丽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她看着露西的反应，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脚底升起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在听完里哈特讲述的故事后，露西陷入了长久的沉思，她反复权衡着该如何处理眼前的局面。里哈特坐在阴影处，抬头看向端着托盘的露西，说道：“在解释之前，如果我告诉你了，你能为我做些什么呢，女仆小姐？”露西愣在原地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，她警惕地回应道：“除了帮你逃跑，什么都可以。”
李哈特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很好，这就足够了。”他站起身，向露西靠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暧昧。“那么，女仆小姐，比起陪那个守门人玩，你愿不愿意也陪我玩玩？这就是我的条件。”露西露出困惑的神情，她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逻辑。难道他把我监视守门人的行为误解成了在和对方玩耍吗？想到这里，露西忍不住在心底呐喊：“这太不公平了！你觉得这到底是谁的错呀？”李哈特竖起手指：“刚才那个男人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”露西露出困惑的神情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李哈特平静地解释道：“显而易见，是为了往我的饭菜里下药。”他继续回忆着昨晚的情况。昨晚，一个叫玛丽的女仆来过，她似乎打算把事情闹大，以此向你报复。李哈特看着窗外，语气低沉。他看起来和那个守门人的关系非同寻常，所以守门人带了一个能为你转移注意力的人过来。露西沉默地听着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李哈特补充道：“那个男人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对你很感兴趣。”露西内心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这些混蛋，我为了活命拼死拼活，他们却到处给我插死亡旗帜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露西闭上双眼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该原封不动地把这份大礼还回去，我会顺便帮你把仇也报了。”李哈特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你要替我报仇？”露西看向他身上斑驳的伤痕：“你之前被那个守门人鞭打过，对吧？”李哈特沉默了片刻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”他发出一声轻哼，接着说道：“不过我是故意让他打伤的，所以你其实没必要为我报仇。”露西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：“什么？故意的？”李哈特语气轻松：“你之前说过，你对病人很温柔，所以我才让自己受伤，好变成你的病人。但转念一想，多亏了这个疯子，接下来的计划反而更容易布置了。”露西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：“玛丽，你等着瞧吧。”玛丽精心策划的阴谋，露西决定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管家站在众人面前，神情严肃地质问道：“你指认玛丽是罪魁祸首，但她这段时间一直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根本没有出来的机会。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露西静静地站在原地，面对质疑没有退缩。周围的女仆们开始交头接耳，指责声此起彼伏：“他就是凶手，他肯定和厨房女仆串通好了。”另一名女仆大声附和道：“露西绝对是想把罪名嫁祸给玛丽。”人群中的议论愈演愈烈。没错，我以前就见过露西欺负玛丽。在一片讨伐声中，艾米丽担忧地看向露西，轻声唤道：“露西。”管家看着沉默不语的露西说道：“保持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露西，他转过头看向单膝跪在地上的守门人，命令道：“你如实汇报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。”守门人低着头，声音有些迟疑。和往常一样，女仆送来了饭菜，他一直紧紧抓着托盘，所以没有其他人能接触到食物。管家继续追问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”守门人沉默了片刻，最终低声回答道：“没有。”艾米丽猛地冲上前去，一把抱住露西，大声喊道：“露西，求求你，快说点什么吧！”露西闭着双眼，任由对方抱着自己，始终没有开口回应。管家看着这一幕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我对此一无所知。”管家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露西，语气愈发严厉：“如果你都不知道，那还有谁会知道？根据侯爵大人的命令，厨房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出的地方。玛丽整天都被关在房间里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，因此你是嫌疑最大的人。”管家接着补充道：“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也调查了主厨，其他仆人都证实不是他做的。”露西微微点头，似乎在认同这个说法。管家看向不远处的主厨说道：“我也不怀疑主厨，他不是那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。”主厨听到这番评价，有些动容地擦了擦眼角，露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。露西终于抬起头，直视着管家的眼睛，问道：“那么，管家大人，您真的认为我就是凶手吗？”管家皱起眉头，语气冰冷：“露西，我不是来这里和你玩文字游戏的，现在立刻说出真相。”露西沉默了片刻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管家正准备听取他的供述，却见露西话锋一转，但是露西提起裙摆，优雅地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在那之前，有一件事我们需要先弄清楚。”他猛地转过身，目光如利刃般射向人群中的玛丽，厉声质问道：“玛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玛丽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周围的女仆们也纷纷露出惊愕的神情。露西步步紧逼，声音在寂静的大厅里回荡：“如果那个怪物真的死于剧毒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谁能安然无恙？”玛丽脸色惨白，下意识地重复道：“毒药。”露西走到玛丽面前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事到如今，玛丽，你开始感到害怕了吗？她凑近玛丽的耳畔，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：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下毒？”玛丽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安，为什么露西那个贱人表现得如此自信？事情不对劲，我使用的那种果实明明不致命，根本不可能毒死人。既然不致命，那个怪物为什么会突然倒下？难道说是露西把东西换成了真正的毒药？玛丽突然发出一声冷笑，心中暗自嘲讽：“露西，你这个笨蛋，你这是自投罗网。”她猛地抬起头，看向管家，大声说道：“管家大人，难道您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就在昨天我被指控的那一刻，原本只是普通的果实，竟然突然变成了毒药。这一定是露西为了伤害那个怪物，并嫁祸给我而精心策划的阴谋。”玛丽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笑意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露西悲惨的下场。
然而大厅内的气氛却变得异常诡异，周围的女仆们面面相觑，开始低声交谈。为什么感觉气氛这么不对劲？玛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玛丽神色慌张，支支吾吾地辩解道：“那是因为昨天露西给管家大人看了一本植物百科全书，那本书里只列出了一种果实。”管家面色阴沉地打断了他：“那本书里确实只有一种果实，但除了当事人，所有人都只知道那个怪物是在服药后倒下的，根本没人知道那所谓的药其实是一种果实。”玛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她意识到自己由于急于反击，竟然在无意间说漏了嘴。管家不再听她解释，冷冷地对身后的卫兵下令：“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立刻把他带走！”2名卫兵迅速上前，一左一右夹住了挣扎的玛丽。玛丽惊恐地呼喊着，却无济于事。管家又指向守卫说道：“把这个也带走，他是作为玛丽的证人站出来的，必须接受审问。”守卫颤抖着喊道：“管家大人！”露西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玛丽被拖走的身影。她确实考虑过事情可能会闹到这一步，但如果不这样做，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问题。露西很清楚，即便直接向管家举报，在没有物理证据的情况下，只要玛丽坚持装作无辜，就很难抓住她的把柄。现在一切终于尘埃落定，既然无法直接证明，最稳妥的方法就是诱导她亲口承认。露西看着玛丽被带走的身影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幸好玛丽毫不犹豫地咬下了那个诱饵。这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，玛丽被2名卫兵押解着，彻底消失在长廊的尽头。她被正式逐出了侯爵府邸。露西长舒了一口气，那个一直折磨里哈特的隐患终于被铲除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应该能平静地度过了吧。露西抬头望向窗外灿烂的阳光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然而，这仅仅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。里哈特注视着眼前的女仆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笑意。他轻声问道：“我可以把它摘掉吗，女仆小姐？”露西整个人愣住了，她呆呆地望着里哈特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对方在说什么。里哈特他缓缓靠近，伸手搂住了露西，动作自然而暧昧。他修长的手指轻轻触碰到露西的衣饰，2人的距离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露西她瞪大了眼睛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的状况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。露西愣在原地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里哈特凑近她，低声重复道：“我问你能不能把它脱掉。”露西发出一声闷哼，整个人僵在他的怀里。她确信自己没有听错，被打难道是你的爱好吗？我看到你故意让守门人打你。里哈特说道：“我没有那种爱好，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打我。”女仆小姐，露西垂下眼帘，我个人并不觉得施加痛苦有什么乐趣。里哈特轻笑一声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露西在心里暗暗吐槽：你刚才不是还说自己没那种爱好吗？里哈特伸出手指了指他的肩膀，只要露出肩膀就好，我只需要看一眼。露西疑惑地问道：为什么？里哈特神情变得认真起来。如果你让我看，我会解释给你听。露西犹豫不决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既然他这么要求，也许给他看一眼也没关系。里哈特察觉到他的迟疑，轻声补充道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可以拒绝，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轻声回应道：好吧。露西背对着里哈特，缓缓拉下了一侧的衣领，露出白皙的肩膀。看吧。里哈特沉默地注视着，一言不发。露西等了一会儿，见身后没有动静，忍不住催促道：怎么了？你不打算解开他吗？里哈特盯着他的背影问道：你为什么不拒绝？露西侧过头，神情冷静地回应道：因为我有信心，如果你敢动什么歪心思，我能立刻杀了你。他在心里默默补充：况且在我的原世界，露出肩膀根本不算什么大事，哪怕只是因为买错了衣服尺寸。露西转过身看向里哈特，只是肩膀而已，没关系的。里哈特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他的肩头。露西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有些紧张地闭上眼。过了一会儿，露西睁开眼问道：看完了吗？露西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，追问道：怎么了？里哈特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神情复杂地看着他。里哈特看着露西问道：你对恶魔崇拜者熟悉吗？露西有些困惑。里哈特继续说道：他们身上带着一种烙印，为了表示愿意成为恶魔的翅膀，他们会用烙铁在肩胛骨附近烫下一个印记。露西拉紧了衣领，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起恶魔崇拜者。然后呢？里哈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：我曾怀疑你也是其中一员。露西感到荒谬，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吗？里哈特轻笑一声：无辜？好吧，就当是这样吧。露西皱起眉头，真是个含糊不清的回答。里哈特拖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不过我很惊讶，你身上竟然真的没有烙印。露西没好气地回应道：如果我有的话，一开始就不会给你看了。里哈特微微点头：是的，所以我刚刚的出结论，你确实不是他们的人。露西有些生气，地质问道：等等，你是因为从我身上闻到了那种味道，才怀疑我的吗？里哈特凑近他，语气轻松地回答道：没错，我以为他们这次换了新花样。露西盯着里哈特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恼火：所以你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怀疑我，真是太可怕了。里哈特耸了耸肩，不置可否地回应道：好吧。露西在心里暗自庆幸，反正我跟你的交集今天就结束了，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负责送餐，只要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他，我就不用整天担心自己的小命了。里哈特看着露西脸上藏不住的喜色，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啊，女仆小姐。露西端起装满土豆的托盘，敷衍地回答道：我有我的理由。她费力地将沉重的托盘挪进牢房。里哈特看着那一堆圆滚滚的东西，微微皱眉问道：这是什么？露西理所当然地回答道：你看不出来吗？
是土豆。你之前说只要我留在你身边，你就给我关于玛丽的情报。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待得很自在了。露西从托盘里拿出一个土豆，递给里哈特。我也给你带了一些，拿着吧。里哈特接过土豆。你这是现在就要让我开始干活吗？露西调皮的笑了笑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如果你能把它们削好，我就拿回去煮熟了再带给你。正当两人交谈时，牢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。露西！艾米丽神色慌张地跑到铁栏前，双手紧紧抓着栏杆喊道：“出事了！”里哈特收起玩味的笑意说道：“你该走了，女仆小姐。”露西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摆。我正打算走，晚点我会把晚餐送过来，所以一定要把那些土豆削好，听到了吗？里哈特看着他的背影问道：“如果我削完了，会有奖励吗？”露西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：“我会考虑的。”里哈特独自坐在阴影中，手里掂着那个土豆，低声念着他的名字：“露西。”走廊里，艾米丽压低声音质问道：“你和那个怪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露西有些不解：“什么怎么回事？你没看到吗？我只是在喂它吃东西。”艾米丽急得直跺脚：“我知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问你们两个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亲密。”露西一脸淡然地回应道：“亲密？他一直都是那个样子。不，他以前对其他服侍他的人可不是这样的。”艾米丽反驳道。露西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，转而问道：“先别说这个了，你这么急着找我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艾米丽猛地拍了一下额头：“哦，对了，这下真的糟透了。”露西猜测道：“难道是他们要让我当那个怪物的专属女仆？”艾米丽拼命摇头：“比那更糟糕，侯爵大人要你去他的卧室见他。”露西猛地瞪大双眼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“请示侍奉。”露西焦急地问道：“总管现在在哪？”艾米丽指了指上方，在2楼。露西顾不得许多，提起裙摆，飞快地冲上楼梯。“等等我！”与此同时，阴暗的牢房内，里哈特正用力捏着手中的土豆，指尖深深陷进表皮。“请示侍奉吗？”他低声重复着这个词，眼神变得冰冷而深沉。露西站在华丽的房门前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尽管他刚才据理力争，甚至差点和总管吵起来，但最终还是被强行推到了阿金克的房门口。他看着紧闭的大门，深深叹了口气，真是一点都不顺心。露西抬起手，指尖微颤地敲响了房门。“咚咚，我是露西，听说您在找我。”阿金克站在窗前，听到声音后转过身说道：“进来吧，露西。”露西推门而入，阿金特看着他：“我们又见面了。”露西心中暗自惊讶，原来下达命令的人是阿金特，而不是总管。该死，我被骗了！你之前明明说过你不是阿金特，也不是侯爵，我就知道拥有这种长相的人怎么可能只是个路人甲。露西低下头，恭敬地道歉：“为了上次的事情，我向您道歉，我没能认出您的身份，犯下了无礼的错误。”阿金特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“啊，别在意那种事。”他迈步走向露西：“我听到了消息，露西，你拒绝了成为专属女仆的提议，是因为关于她是怪物的传闻才让你拒绝的吗？”露西立刻回答道：“不，大人。”阿金特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追问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要拒绝？”露西沉默了片刻，他知道阿金特一直在为里哈特寻找专属女仆，而自己不仅察觉到了里哈特的逃跑企图，还揭发了玛丽的罪行。露西看着阿金特，心中暗自叫苦，在他眼里，我一定是个完美的候选人。本想避开死亡旗帜，结果却反而引起了阿金特的注意，真是倒霉透顶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拒绝是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阿金特微微挑眉：“离开？”“是的。”露西继续说道，“能为侯爵大人工作是我的荣幸，但我现在已经攒够了钱，打算去追求我从小到大的梦想。”阿金特饶有兴致地问道：“那是什么样的梦想？”露西低下头，故作羞涩地绞着手指：“那是结婚。”露西站在华丽的大厅中央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结婚？”阿金特语气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就在这栋宅邸里随便挑一个人吧，无论你选谁，我都会准许。”露西垂下眼帘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奈的笑意，她低声问道：“你是想让我像动物一样去交配吗？”阿金特沉默不语。露西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她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想和真正爱的人结婚。”阿金特冷冷地注视着他：“你正在渴求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。爱这种东西，反正也维持不了多久，用不了多久，那份爱就会枯萎，让你陷入痛苦的境地。”阿金特微微侧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，仿佛在嘲笑这种天真的想法。露西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暗自感叹，果然是这种反应。年幼时的阿金特从未得到过父母的爱，父母照顾孩子本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但他却连这种最基本的关怀都从未拥有过。年幼的阿金特站在父母身后，看着他们相携离去的背影。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切并不是他的错。他开始捧起镜子，注视着镜中的自己。由于无法理解父母的冷漠，他转而开始憎恨自己。镜子摔落在地，碎裂成无数片。他固执地认为父母不爱他是因为他长得不够漂亮，但阿金特其实很漂亮，只是他自己从不相信这一点，所以这份美貌对他而言毫无意义。那是他第一次开始对美产生近乎病态的执着。露西心中默默想到，正因为从未得到过父母的关怀，阿金特才会觉得爱是多余的东西吧。他抬起手轻抚胸口，平静地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或许正如侯爵大人所说，爱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，但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生物，所以现在我想做一个愚蠢的选择。”阿金特猛地转过身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栋宅邸？”露西直视着他的目光回答道：“我想我会在15天内离开。”阿金特发出一声冷哼：“真的吗？
他迈开步子，皮靴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径直从露西身边走过。露西停在原地，听着脚步声渐远，阿金特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你知道吗？”他坐到宽大的椅子上，身体微微后仰，眼神深邃地看向露西，说道：“你是第一个发现锁链已经断掉的女仆。”露西难以置信地低声呢喃：“不可能。”阿金特神情冷峻地看向露西，语气平淡地揭开了真相：“事实上，是我弄断了那些锁链。”露西猛地一惊，难以置信地追问道：“等一下，既然是你弄断的，那为什么还要扭伤里哈特的脚踝？”阿金特发出一声轻笑：“仅仅因为锁链断了，你是不可能逃出这栋宅邸的。况且你的身体状况也并不好，仔细想来，你最近似乎都没有再来找我要过药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露西心中一紧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阿金特步步紧逼，沉声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露西低头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真相是我一直把那些药分给里哈特吃，反正那也只是很小的剂量。”阿金特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那么点剂量，应该不足以让他好转才对。我很好奇，真正的理由是什么？”露西低着头，额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心中暗自揣测：难道是里哈特一直提到的那个气味吗？他决定暂时隐瞒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还是先不要告诉阿金特。露西轻声回应道：“我不确定。”阿金特挑了挑眉，反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露西微微躬身，语气卑微地解释道：“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仆，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”阿金特用指尖抵住下唇，轻笑了一声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倒也是事实。”露西见状，立刻行礼告退：“那么我现在就先告辞了。”他转身准备离开，阿金特却在身后叫住了他：“你要去哪？”阿金特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领口的饰品，语气玩味地提醒道：“你难道没听说吗？今天你应该来我的卧室服侍。”露西猛地僵在原地，心中惊呼：“等一下，难道卧室服务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吗？”露西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，低头向阿金特致歉：“非常抱歉，侯爵大人，因为我不在卧室轮班的名单里，所以事先并没有接到通知。”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抬起头问道：“那么您是需要我为您更换床单吗？”阿金特愣在原地，沉默地看着他。露西见他没有反应，有些困惑地追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阿金特坐在椅子上，转过身注视着露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：“你到底知不知道卧室服务的真正含义？”露西歪着头，脸上挂着纯真而灿烂的笑容，心中却在暗自庆幸自己的装傻演技。“我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他微笑着回答道：“不就是打扫房间和服侍侯爵大人吗？”阿金特看着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发出一声自嘲般的轻笑：“哈！”他摆了摆手：“算了，你走吧。”露西立刻恭敬地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他转身快步走出房间，心中欢呼雀跃，活下来了。月光笼罩着静谧的庄园，树影在夜色中摇曳，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沉寂。守卫在林间拼命奔跑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心中惊魂未定地喊道：“我还活着！”他停下脚步，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平复呼吸。如果不是那个人派来的帮手，我恐怕早就烂在监狱里了。守卫懊恼地咬紧牙关，低声咒骂道：“真该死！我不该试图去帮玛丽的。至少在被关起来之前，我已经拿到了大部分想要的情报。现在只要拿上钱，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守卫抬起手，用力扣响了木屋的房门，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一名年轻的警卫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确认来人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来了，请进。”守卫走进屋内，一名披着黑色斗篷的神秘人正坐在桌边，手中端着茶杯。神秘人开口问道：“所以你就是那个守门人吗？很高兴看到你平安脱险。”守卫感激地跪倒在地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多亏了您，我才能从那个监狱里逃出来，真的非常感谢。”神秘人微微侧过脸，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“不必谢我。”他放下手中的杯子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深意。“不过，我在那份报告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，关于那个举报了这起事件的女人。”他微微抬起眼帘，目光变得锐利而冰冷。“她的名字是叫露西，对吧？”守卫猛地瞪大了双眼，惊愕地脱口而出：“什么？”守卫低声说道：“主人，那大概只是个同名同姓的人罢了。”神秘人微微侧过头，语气中透出一丝不悦：“你现在是在顶撞我吗？”守卫立刻低下头，惶恐地回应道：“绝无此意，我只是在陈述自己的想法。”神秘人冷哼一声：“我不需要你的想法，所以给我闭嘴，回答我，那个叫露西的女人长什么样子？”守卫咽了口唾沫，仔细回忆着说道：“她有一头粉红色的长发，眼睛也是粉红色的，她的眼神很锐利，像猫一样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气息。”神秘人若有所思地低声呢喃：“哦，是吗？看来我那个离家出走的姐姐正在玩一些相当可爱的把戏呢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宅邸静谧的卧室内，露西正陷入沉睡。她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，只是安静地躺在柔软的床铺上，粉红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在枕边。夜色深沉，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伫立在荒野之中。随从站在门外，低声唤道：“主人。”随从低着头问道：“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吗？”尤尔塔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。”随从继续请示道：“我们要立刻返回领地吗？”尤尔塔陷入了沉思。该怎么做呢？说起来，尤尔塔侯爵府邸很快就要举办一场宴会了，不是吗？随从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您要出席吗？”尤尔塔看着窗外的黑夜，语气冷淡地说道：“无论是奴隶还是别的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”他转过身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，轻声感叹道：“我只希望这一次能见到我亲爱的姐姐。”宏伟的庄园在阳光下静谧伫立，白鸽成群掠过尖塔。年幼的露西站在华丽的大厅中央，那年她才13岁，显得局促而不安。
一个男人语气冷淡的评价道：“真是土气。”他转过身，审视着眼前的女孩，说道：“最好换个符合家族身份的名字。”露西低垂着眼帘，沉默地听着命运的宣判。男人继续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就是露西。”庄园的花园里，红玫瑰开得正艳，露西独自站在花丛中，伸手抚摸着娇嫩的花瓣。她猛地收紧五指，将鲜红的花朵狠狠攥碎在掌心，任由花枝染红指尖。就在这时，一块石头带着风声呼啸而至，擦过他的脸颊。男孩满脸愤怒地冲了过来，大声吼叫着，发泄着心中的暴躁：“姐姐，我的耐心可没那么好！”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露西的额头上，鲜血顺着发丝滴落。男孩手里掂着另一块石头，满脸厌恶地俯视着他，说道：“居然有这种像害虫一样的东西进了我们家！”露西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冷意。男孩被这目光激怒了，他大声呵斥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给我把头低下！”露西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声音微弱却坚定地说道：“滚开！”男孩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露西再次重复道：“你是聋子吗？我说滚开！”男孩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猛地举起手中的石头吼道：“你竟敢！”哥哥尤尔塔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不远处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请住手！”男孩转过头，脸上的暴力瞬间收敛了几分。男孩愤愤地丢掉手中的石头，转身快步离开了花园。露西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，鲜血顺着她的后脑滴落在洁白的裙摆上。尤尔塔唤道：“姐姐！”露西停下脚步，侧过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尤尔塔露出一抹温和却令人胆寒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刚刚救了你，难道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”露西发出一声冷笑，眼神中充满了厌恶。“你也给我滚开！”她咬着牙说道。“我一个都不想见到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”尤尔塔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他看着露西的背影，低声说道：“那可不对，这种态度可不好。”他猛地冲上前，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了露西，将她禁锢在怀中。露西惊恐地挣扎着，却无法挣脱那双有力的手臂。尤尔塔凑到她的耳边，声音低沉而扭曲地喃喃道：“姐姐。”露西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冷汗浸透了她的衣襟。露西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双手紧紧抓着胸口的睡衣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心跳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清晰可闻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梦？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走廊，露西换上了女仆装，神情憔悴地靠在墙边，眼下的青紫透着深深的疲惫。艾米丽拿着扫帚走过来：“露西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昨晚没睡好吗？”露西无力地回应道：“我做了一个噩梦。”艾米丽叹了口气，继续忙碌起来。露西望着窗外，心中却无法平静。她从未做过这样的梦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些画面应该是这具身体的原主人露西的记忆。梦中那个少年的脸，她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露西回想起梦境的最后，那个黑发红瞳的少年尤尔塔，难道说露西竟然是小说中那个偏执难配的亲姐姐吗？人们常说言语会变成现实。露西拎着沉重的水桶走在长廊上，心中满是苦涩。没想到随口对艾米丽开的玩笑竟然成真了。她停下脚步，隔着窗户望向远方，试图理清脑海中那些破碎的记忆。露西与那个偏执的男配角尤尔塔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在这个家里，她似乎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存在。是因为这样才离家出走的吗？记忆中那个纤弱的身影拎着简单的行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座冰冷的宅邸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她不得不来到尤尔塔侯爵家担任女仆。对于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来说，忍受女仆的艰辛生活绝非易事。露西看着窗外，心中涌起一阵怜悯，真是可怜。这只能说明她真的非常不想回到那个地方。虽然不知道原主过去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果被抓回去，她一定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。想到这里，露西感到一阵强烈的危机感。照这样下去，她必须尽快逃离这里才行。也许到了下一个地方，我应该把头发染了。艾米丽拿着扫帚走过来，疑惑地看着正抓着自己头发发呆的露西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突然摸起头发来了？”露西看向艾米丽问道：“关于你之前提到的那个故事，伯爵家失踪的女儿。”艾米丽反问：“你是说那个悬赏金很高的吗？”露西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就是那个。有他的画像吗？”艾米丽思索着回答道：“我不确定，听说他们本来打算贴出画像的，但那位二少爷大闹了一场，说不能随便把姐姐的脸贴得到处都是。”艾米丽好奇地凑过来问道：“不过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”露西有些心虚地笑了笑：“只是因为那笔悬赏金很诱人，不是吗？”夜幕降临，阴森的地下牢房里传出锁链拖动的声响。里哈特被囚禁在铁栏之后，沉重的锁链束缚着他的行动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感受着体内的变化。我的魔力流动稍微减弱了一些。他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出露西的身影。果然如我所料，那个女仆身上散发出的香气正在抵消我的痛苦。起初他曾怀疑露西是潜伏在背后的恶魔信徒，在玩弄什么阴险的把戏，但她的背上并没有羽翼刺青，言行举止也完全没有任何拘束或伪装。里哈特睁开眼，嘴角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，低声的喃道：“真是个无理的女人。”里哈特靠在冰冷的铁栏边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露西的身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大概是唯一一个只把她当成包土豆苦力的人。里哈特想起两人相处的点滴，露西总是理所当然地递给他削皮刀，而他竟然也顺从地接了过来，甚至在面对他时，他会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，而不是平日里用来伪装的假面。里哈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心中涌起一个危险的念头：
如果那时候我假装无法抑制冲动，在他身上留下属于我的烙印，结果会变成怎样？露西那张总是带着倔强与惊慌的脸庞在眼前挥之不去。里哈特猛地抬手捂住额头，自嘲的低声的难道我一定是疯了？他放下手，眼神变得异常冰冷且坚定。我绝对需要那个女仆。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里哈特注视着牢房外的阴影，心中已经做好了打算。如果我从这里逃出去，一定要带他一起走。在那之前，我会慢慢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，维持好这段关系。牢房外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，一个身影出现在铁栏前。那个声音有些迟疑的唤道：“那个。”埃拉站在牢笼外，有些局促地问道：“你好。”埃拉显得有些紧张，低声解释道：“我是埃拉，是新被分配来负责送餐的女仆。”里哈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礼貌却疏离的微笑。他并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静静地打量着对方。女仆吗？与此同时，在庄园另一处的花园里，露西正拎着篮子走在盛开的花丛中。她停下脚步，神情显得有些忧郁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沉重的事情。管家看着眼前的露西问道：“露西，我能问问你为什么要辞职吗？”露西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觉得是时候安定下来了，结婚，然后组建一个家庭。”管家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：“经你这么一说，你确实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是23岁对吧？”他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真是可惜，我本希望你能担任专属侍女的职位。”露西微笑着安慰道：“我相信您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人选。”管家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我当然也希望如此。那好吧。”感谢你这段时间的辛勤工作。露西微微欠身行礼，谢谢您，先生。随后，他转身快步离开了房间。一名女仆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埃拉，问道：“天哪，埃拉，你怎么这个时间在这儿？”埃拉神色慌张地环顾四周，他急促地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低声呢喃：“这里。”露西，埃拉一把抓住露西的肩膀，近乎哀求地喊道：“露西，求你了，跟我换一下送餐任务吧，求求你！作为交换，我明天会帮你做所有的工作。”露西回应道：“埃拉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今天轮到你了呀！”埃拉声音颤抖着说道：“我真的做不到，我太害怕了。”他继续急切地劝说道：“拜托了，露西，跟我换换吧。你以前不是处理得很好吗？我听说总管甚至还提议让你担任专属侍女的职位。”露西微微皱眉，冷静地提醒道：“埃拉，你知道我们是不允许连续2次承担送餐任务的，而且我并没有打算成为专属侍女。”埃拉听后显得更加绝望，他眼眶泛红，地质问道：“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我可怜吗？”他死死拉住露西，不肯松手，情绪逐渐失控，大声控诉道：“就是因为你拒绝了那份工作，我才会被困在这里做这些事。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？”一旁的管家见状，立刻上前，严厉地呵斥道：“住手，埃拉！其他人都能毫无怨言地完成工作，如果我为你破了例，其他女仆会怎么想？”埃拉瘫坐在地上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。可是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怎么知道那个怪物会不会突然发疯袭击我？露西看着崩溃的埃拉，语气虽然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拒绝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能和你交换。埃拉掩面痛哭，绝望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。露西静静地注视着哭泣的埃拉，随后转身走向一旁。等一下，埃拉！埃拉止住哭声，有些茫然地抬起头。露西快步走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托盘。我会给你一件可能有帮助的东西。露西将托盘递到埃拉面前，说道：“拿着这个。”埃拉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露西坦然地回答道：“土豆。”埃拉不解地追问道：“好吧，但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”露西回想起那个人的样子，若有所思地解释道：“那个男人似乎很喜欢包土豆。”他认真地叮嘱埃拉，把这个交给他，他应该就能保持冷静了。管家和埃拉面面相觑，两人看着那一盘平凡无奇的土豆，陷入了沉默。埃拉端着托盘，感激地看向露西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露西。”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：“你说的对，他看起来确实很喜欢土豆。”露西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有些疑惑地发出一声轻哼。埃拉看着托盘里那些被削得坑坑洼洼，甚至有些破碎的土豆块，忍不住小声嘀咕：“但是为什么这些土豆看起来长成这样？”夜幕降临，圆月高悬在宅邸上空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灯火通明的宫殿门前，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名随从走上前问道：“感觉如何，尤尔塔？这身衣服很适合你。”尤尔塔微微侧过头，神情冷峻地回应道：“你这么觉得吗？”他看向远处的宫殿，心中暗自思忖，不知道姐姐是否也会喜欢这身打扮。随从开口：“说实话，主人，我不相信那个女仆真的是您的姐姐。”尤尔塔停下脚步，头也不回地冷冷回应道：“你的意见无关紧要。”随从急忙追上前去，拉住尤尔塔的衣袖，劝阻道：“主人，这不仅仅是个人私事。”2年前，对露西有着极端执念的尤尔塔，在露西突然失踪后，开始了疯狂的搜寻，但他没能找到哪怕一丝线索，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寻回他。尤尔塔不惜一切代价发布了悬赏令，然而换来的却全是虚假的情报。直到最近，一个消息突然传来，在侯爵领地出现了一名拥有一头粉红长发的女仆。考虑到尤尔塔对姐姐的执念，他急于去确认身份也并不奇怪。但眼下最重要的是给财务官阿金特侯爵留下好印象。如果能从那个掌控帝国土地使用权的人手中获得采矿权，赫塔斯家族就能拥有从未有过的矿产资源。尤尔塔因为激怒了家主，目前已被踢出了继任者名单，所以他迫切需要这些采矿权来夺回自己的位置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和埃万特斯侯爵领地保持良好关系。侍从大声宣布：“尤尔塔，
赫塔斯伯爵入场。随从心中充满了焦虑，为了以防谈判失败，他甚至在领地内安插了间谍，可带回来的唯一情报却全是关于那个叫露西的女人的传闻。每当提起姐姐，尤尔塔的行为就会变得像个暴徒一样难以控制，这让随从感到处理起来异常棘手。随从追问尤尔塔：“如果那个女仆最后证明不是你的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尤尔塔头也不回的冷冷答道：“杀了她，这还用问吗？”随从皱起眉头，劝阻道：“杀掉属于另一个家族的女仆是不明智的。埃万特斯侯爵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他家族的侮辱。”尤尔塔停下脚步，语气森然：“但他竟敢欺骗我！”此时，躲在暗处的露西听到了这一切，他惊恐地捂住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“我没听错吧？”尤尔塔，赫塔斯。露西瞪大了眼睛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那个偏执的男二号，考虑到我就是那个和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姐姐，他真的为了追捕自己的姐姐，一路追到了这里吗？这不可能，我以前从未给他留下过任何线索。露西紧紧抓着自己的头发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我被抓住了，一切就全完了。这时，艾米丽走过来问道：“露西，你怎么了？”露西惊慌的转过身，支支吾吾的回答道：“我有密集恐惧症，人太多的时候我会感到恶心。”艾米丽露出惊讶的神情：“真的吗？你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啊？”露西在心里呐喊：“那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出现在这里。”她强压下内心的不安，试探着问道：“所以，今晚我可以先回去休息吗？我明天会加倍努力工作的。”艾米丽体谅地点了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快去吧，别太勉强自己。”尤尔塔在人群中微微侧头，目光冷峻地扫过会场。露西低着头，借着人群的掩护，匆忙向出口走去。“我必须趁现在赶紧逃走。”然而，就在他急于离开时，肩膀猛地撞到了一个人，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碎裂声，酒杯摔落在地。被撞到的男人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这个卑贱的平民，你知道你刚才撞到的是谁吗？”尤尔塔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，冰冷的目光落在了露西身上。被撞到的子爵愤怒地咆哮：“该死！”偏偏在这个时候，露西惊恐地低着头，身体僵硬在原地。艾米丽急忙跑过来扶住露西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好吗？”露西听到这个名字，尤尔塔猛地转过头，目光死死锁定在那个粉红色的身影上。露西，子爵依然不依不饶地指着他们怒吼：“无礼的贱民，为什么还不立刻道歉？”艾米丽护在露西身前，十分抱歉，这孩子今天病得很重，所以子爵粗暴地打断了他：“一个下贱的女人病不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阿金特神情从容地看向子爵问道：“子爵，在这样美好的场合，真的有必要如此大声喧哗吗？”子爵看清来人后，吓得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地喊道：“埃万特斯侯爵。”阿金特按住子爵的肩膀：“为了营造节日的氛围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子爵，你总不希望仅仅因为自己的一时一气就毁掉这一切吧？”子爵吓得浑身一颤：“我非常抱歉。”艾米丽紧紧扶着虚弱的露西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露西，阿金特侧过头看向艾米丽，吩咐道：“为什么还站在这里？立刻带她回房间休息。”艾米丽如获大赦，连声致谢：“谢谢您，侯爵大人。”露西在同伴的搀扶下匆忙离开，她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膛。刚才那一瞬间，我们的视线对上了吧？她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压抑住内心的恐惧，试图逃离那个让她窒息的会场。艾米丽扶着露西走在走廊上：“侯爵能帮忙，真是太好了。”“露西，你刚才吓坏了吧？”露西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我没事。刚才那场骚乱发生时，尤尔塔正朝这边走来，我确信我们的目光对视了，多亏了阿金特，我才设法避开了他。但是……”露西感到一阵眩晕，扶住额头：“我想我死定了。”她停下脚步对艾米丽说道：“艾米丽，我自己回去就行，你先进去吧。”艾米丽有些担心地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？”露西勉强笑了笑：“我只是回房间休息，没事的。”艾米丽点了点头，叮嘱道：“好吧，那有什么事一定要叫我。”露西看着艾米丽离开的背影，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露西独自走在华丽的走廊上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女仆小姐。”露西猛地停住脚步，转过头去，那个声音继续说道：“或者我该称呼你为赫塔斯小姐。”露西看清了来人，他正静静地站在不远处。露西强撑着冷静回应道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随从微微垂下眼帘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我的主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。”露西僵在原地，看着他走近。随从继续说道：“我的主人让我传个话。”露西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接下来的内容。随从摇晃着手中的酒杯说道：“他说你今晚不能睡觉，必须等着他，他很快就会来见你。”随从微微躬身，向露西告辞道：“那么我就先失礼了。”露西僵在原地，看着随从离去的背影。他要来见我。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露西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臂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这一定是这具身体的本能在排斥，在恐惧那个人的到来。露西看向空荡荡的走廊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得跑，现在就得跑。但我该去哪里？露西在空旷的走廊中奔跑，心中满是焦虑。我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方，如果就这样毫无计划的逃跑，很快就会被抓回来。只要是尤尔塔找不到的地方，哪里都好，只要能让我安全。露西站在门前，双手紧紧握住冰冷的铁条。这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？即便我已经走投无路，但这简直就像是为了躲避恶狼而直接跳进了老虎的巢穴。他从怀中掏出一把钥匙，指尖微微颤抖。幸好他现在还在睡觉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推开了那扇通往未知的门。尤尔塔的身影在黑暗中若隐若现，如同一头潜伏在阴影里的黑狼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猎物。而里哈特则像是一头优雅却危险的白虎，
在静谧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？露西站在地牢的铁栅栏前，低头看着手中的钥匙，心中充满了挣扎。伴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锁头被缓缓打开。露西推开沉重的铁门，走进了昏暗的地牢。阳光从她身后斜射进来，拉长了她的影子。里哈特正赤着脚站在阴影中，脚环上的铁链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转过身，看向推门而入的露西。里哈特轻声说道：“女仆小姐。”露西停下脚步，有些紧张地看着他。里哈特站在阴影中，语气带着一丝玩味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一直在等你。”露西停在不远处，身体僵硬地注视着他。里哈特朝他招了招手：“女仆小姐，过来这里。”露西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低声拒绝道：“我不想过去。”里哈特微微歪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：“你不是来看我的吗？现在的你，甚至都不是负责送餐的侍女。”露西看着他伸出的手，心中犹豫不决。虽然他说的没错，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里哈特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露西的手腕。露西发出一声惊呼，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了过去，撞进了里哈特的怀里。里哈特将露西紧锁在怀中，低声的喃道：“好吧。”露西挣扎着抬起头：“请等一下，你今天早上对艾拉做了什么？”里哈特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，反问答：“艾拉是谁？”露西皱起眉头，提醒道：“就是今天来给你送饭的那个女仆。”里哈特像是刚想起来一般：“啊，我没做什么过分的事，只是因为她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，所以我瞪了她一眼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无可救药的恶棍吗？我可不是对谁都这样的，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。”女仆小姐看到露西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，里哈特露出一丝受伤的神色：“如果你露出这种嫌弃的脸，我会很伤心的。”露西毫不退让地说道：“我讨厌这样。”里哈特语气中带着一丝危险的挑逗：“既然如此，如果我真的受伤并退缩了，你会觉得好受些吗？”里哈特握住露西的手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她的手背，说道：“女仆小姐，我之前说过，我们需要变得更亲近一些。”露西有些困惑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里哈特低下头，吻向她的手背：“因为我觉得我们会相处很长一段时间。”露西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满是不解：“你现在到底在说什么？”里哈特抬起头，直视着露西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你能帮我离开这个地方吗？”露西愣住了，下意识地反问：“什么？”里哈特并没有退缩，继续诱导着：“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尽管开口。”他露出一抹志在必得的微笑：“只要你帮我逃走，我会满足你任何愿望。”露西看着他，神情显得有些迟疑。里哈特再次强调道：“我保证。”他伸出手，轻轻托起露西的下巴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里哈特一直在危险的边缘试探，但这一次，他直接把死亡的旗帜插在了我面前。有些事情根本对不上号。在原著故事里，里哈特从未向任何人寻求过帮助，他是靠自己的力量逃离这里的。如果他拥有那样强大的力量，为什么还要向我求助？难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原著的设定已经发生了改变？露西猛地挣脱了里哈特的怀抱，转过身去说道：“我就当没听过这些话。”他背对着里哈特，语气坚决：“我不会告诉侯爵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”露西快步走向地牢的大门，头也不回地补充道：“我可不想因为做了什么鲁莽的事而丢掉性命。”里哈特站在原地，看着露西离去的背影，眼神变得深邃而冰冷。露西在深夜的走廊上疾行，我现在确定了，必须立刻离开这里。他推开房门，反手将门锁死。侯爵府已经不再安全了。露西脱下女仆装，换上一身简便的常服。她从床底拉出早已准备好的皮箱，动作利落地收拾着行囊。先去附近的村庄找个旅馆住下，等天一亮就立刻乘船离开首都。剩下的事情等逃出去后再打算。一名巡逻的卫兵正从不远处走过，他屏住呼吸，将身体紧紧贴在阴影里。卫兵走远后，露西猫着腰穿过草坪。幸好大家都在忙着筹备宴会，守卫比平时松懈不少。他翻过低矮的围墙，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府邸。现在是深夜，想弄到马车恐怕很困难。露西顾不得许多，拎起皮箱冲向漆黑的街道。你觉得你能去哪？露西猛地睁大双眼，心脏几乎停跳。她僵硬地转过头，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去路。尤尔塔正站在星空下，挡在铁栅栏门前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露西拎着皮箱，下意识地想要后退，却发现双腿沉重的无法挪动。沉稳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尤尔塔一步步逼近，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露西还没来得及转身逃跑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便从背后袭来。尤尔塔伸出手臂，将他整个人死死地锁在怀中。皮箱脱手坠地，露西在对方怀里剧烈挣扎，却被那双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扣得更紧。尤尔塔低下头，凑近露西的耳畔，声音低沉而危险：“抓到你了，我找到你了，姐姐。”尤尔塔从身后猛地搂住露西，将她死死锁在怀中。露西僵在原地，手中提着的行李箱摇摇欲坠。那个声音是尤尔塔，他是这本小说里最执着的男配角。露西感到呼吸一紧，尤尔塔的手掌紧贴着她的腰际，即便只是隔着衣物的轻微触碰，也让她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与不适。尤尔塔低下头，将脸埋在她的颈窝处，低语道：“为什么要逃跑呢？姐姐，是因为我暂时离开去学院了吗？我明明说过我们要一起进去的。”露西咬紧牙关反驳道：“你明明说过你不想去，所以我才一个人先走的，为什么要说是我抛弃了你？”尤尔塔收紧了双臂，声音在露西耳畔悠悠响起：“你是第一个让我把耐心耗尽到这种程度的人。”尤尔塔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，托住露西的下巴，迫使她抬头，语气玩味地问道：“女仆游戏玩得开心吗？”
露西被迫直视着那双红色的瞳孔，身体因恐惧而僵硬。尤尔塔凑近他的耳畔，声音低沉且不容置疑：“该回去了。”露西猛地挣扎起来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尤尔塔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他会反抗。什么？露西用力推开尤尔塔，踉跄着向后退去，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他站在月光下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凭什么带我走？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家吗？既然已经被抛弃了，就该有自觉，滚远一点。”尤尔塔站在原地，手还维持着被推开的姿势，神情显得有些错愕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决绝地宣告：“我绝不会回那个家。”尤尔塔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他缓缓攥紧拳头，指节在手套下发出细微的声响。他盯着露西，声音冷得像结了冰：“姐姐，最好不要挑衅我。”露西站在庭院的石径上，虽然身体还在因恐惧而紧绷，内心却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。梦境中的露西面对欺凌时总是坚定不移，或许是受了他的影响，露西此刻的眼神变得格外锐利。虽然不清楚他们之间纠葛的全部细节，但当务之急是摆脱眼前的困境。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。露西直视着尤尔塔说道：“我喜欢这里，我绝不会回那个家。”尤尔塔听后发出一声轻笑：“姐姐，你总是给出最糟糕的答案。”他缓缓放下手，眼神中透出一种病态的执着：“你对我真是太残酷了，姐姐。”尤尔塔迈步向前逼近，靴底在地面上发出沉重的闷响。他盯着露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与威胁：“是你先抛弃了我，但是……”尤尔塔猛地伸手抓住露西的肩膀，将她整个人拽向自己。“我没打算放你走。”露西惊叫一声，双手抵住他的胸膛，拼命推搡：“放开我！”尤尔塔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：“你消失的那2年，你知道我过得有多痛苦吗？”露西毫不示弱地回击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自在。”尤尔塔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受伤：“你失踪后，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服用魔力抑制剂，即便如此，那种感觉还是糟糕透了。”魔力抑制剂？露西愣住了。尤尔塔继续说道：“即使服用了抑制剂，只要见不到你，我的全身就像被火烧一样痛苦。”露西心中一惊，里哈特也曾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能缓解他的痛苦。原本以为那只是里哈特为了诱骗他帮忙逃跑而编造的谎言，难道那竟然是真的？露西看着眼前的尤尔塔，心中满是惊愕。在原著故事里，关于这个角色的描写少得可怜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尤尔塔语气阴冷的低语道：“等我们回到家，我得准备一副脚镣才行，这样你就再也无法逃跑了。”露西猛地一颤，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这简直比死亡结局还要糟糕。一个比囚禁里哈特的阿塞尔还要疯狂的人，竟然就这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。如果真的被他抓回去，余生恐怕都要被锁在尤尔塔身边，沦为一个仅仅用来缓解他痛苦的工具。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对峙中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：“你在对我的女仆做什么？”尤尔塔停下动作，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。阿金特正站在不远处，眼神阴沉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尤尔塔侧过头，看向缓步走来的阿金特。阿金特冷冷地开口说道：“如果你欲求不满，就滚去红灯区爬行，别在我的埃万特斯领地做这种肮脏的事。”尤尔塔回应道：“看来埃万特斯侯爵误会了，这个人是大人。”露西猛地打断了尤尔塔的话，他迅速转身跑向阿金特，躲在他的身后，大声喊道：“这位伯爵家的少爷显然是彻底喝醉了。”尤尔塔愣在原地：“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他一定是醉得厉害。”露西声音颤抖却坚定：“他一直对着我喊姐姐，不停地纠缠我。”阿金特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轻笑：“哦，是这样吗？”他转过身，正视着面色阴沉的尤尔塔，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：“少爷，我早就听闻过你的名声，听说你唯一的姐姐失踪很久了。即便如此，如果你把我的女仆错认成你的姐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尤尔塔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他死死盯着阿金特，低声重复道：“你的女仆？”阿金特神情自若地继续说道：“我就当没看见你刚才发酒疯的样子，立刻放开我的女仆。”露西站在后方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，不愧是阿金特，先发制人这一招果然奏效。尤尔塔却像是听到了什么荒谬的话，眼神中满是怀疑：“你说她是你的女仆？”露西愣了一下，心中升起一丝不安。阿金特微微扬起下巴：“没错，那个女孩对我来说有些特别。那个女孩是负责在卧室里侍奉我的人。”露西惊得瞪大了双眼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个疯子在胡说什么？尤尔塔声音颤抖着问道：“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卧室里侍奉？”露西心中警铃大作，完了，她完全误会了。露西在心中疯狂呐喊：“阿金特，你这个疯子！他只是因为我差点帮他换了床单才这么说的吧？”现在尤尔塔彻底疯了。尤尔塔死死盯着露西，眼中的理智正在迅速崩塌。他咬牙切齿地重复着那个词：“在卧室里侍奉你。”露西看着尤尔塔那双已经失去理智的眼睛，绝望地意识到事情正朝着最糟糕的方向狂奔而去。阿金特冷声道：“她是我的女仆，不是你的姐姐。看来你还没清醒过来。”露西低着头，在心里哀嚎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尽快离开这里。”尤尔塔低下头，在露西耳边轻声唤道：“姐姐，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愿望，那我就先退后一步。”尤尔塔凑近露西的耳畔，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：“你可以期待一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”露西惊愕地转过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尤尔塔没有回答，他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那么我们后会有期，侯爵大人。”夜色沉寂，庭院中只剩下露西与阿金特2人。露西平复了一下急促的呼吸，看向阿金特说道：“谢谢您的帮助，侯爵大人。”
阿金特神情冷淡地回应道：“我只是单纯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罢了。”露西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被当成私有物对待让他感到不悦，但不可否认，如果不是阿金特及时出现，他现在恐怕已经被尤尔塔强行带走了。然而危机并未完全解除，露西心跳落了一拍。如果被他发现自己正打算逃跑，事情会变得非常麻烦。他脑中飞速旋转，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。垃圾场在那边，阿金特抬手指向远处，一直拎着垃圾可不好看，立刻去把它扔掉。露西僵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行李箱。他刚才是把我的行李叫做垃圾吗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，心中却早已怒火中烧。这个混蛋！露西坐在床边，眼下带着淡淡的青涩。昨晚她彻夜未眠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露西猛地抓乱了自己的头发，在床上崩溃地翻滚着，结果还是没能逃掉。尤尔塔临走前贴在他耳边说的那句话，至今仍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你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露西蜷缩在被子里，心中满是抗拒。不，我一点都不想知道，总觉得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露西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决定，等吃完早餐就去告诉管家，辞职的事情先往后推迟吧。他看向窗外透进的晨光，心中明白，短时间内想要离开埃万特斯侯爵府恐怕是不可能了。只要他踏出大门一步，尤尔塔随时都可能出现并抓住他。他现在彻底被困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艾米丽急匆匆地冲进房间，神色慌张地喊道：“露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露西坐在床边，看向艾米丽，说道：“我没事，昨天休息得很好。”艾米丽皱着眉头打量着他：“既然没事，你的脸色怎么看起来这么差？千万别勉强自己。”露西试探着问道：“府里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吧？”艾米丽想了想，回应道：“倒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有一位客人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”露西心中升起一丝不安。客人？艾米丽继续说道：“是赫塔斯家族的二少爷，他暂时会留在这里。”露西惊愕地瞪大了双眼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尤尔塔竟然直接住进了侯爵府。与此同时，在府邸的另一处房间里，阿塞尔正神情憔悴地翻阅着文件，眼下的青黑显示出他极度的疲惫。尤尔塔看着阿塞尔问道：“阿塞尔，你失眠了吗？看起来真狼狈。”阿塞尔咬牙切齿地回应道：“你觉得这是谁的错？多亏了某人，我昨晚忙得脚不沾地。”尤尔塔淡淡的说道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但那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。”阿塞尔放下手中的文件：“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在侯爵府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尤尔塔低声回应道：“这与你无关，我还有必须处理的事情。”阿塞尔看着尤尔塔，心中满是疑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能让他如此突然的改变主意？尤尔塔开口唤道：“阿塞尔，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办，既然你说不想回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”